会有白酒味儿啊？我在吃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毛豆脆片。这个为啥不找毛豆代言呀？就叫毛豆脆片，挺好吃。他说他是用这个，他不是用油炸做的啊，说人家说叫非油炸技术制作，确实吃着也不油，每包不到90大卡。糖嘛，用的是海藻糖代糖啊，海藻糖。然后一袋的新鲜毛豆和玉米的添加量超过40%，算个粗粮吧，没有那么多的普通淀粉，挺好吃。但我现在其实在等我的肉熟，我在煮肉呢。我的肉再煮个10分钟吧，再煮个10分钟，我去拿肉去，煮了点羊肉。打个好，打个好，读信啊！等我吃完肉就读信，我等我的肉熟呢。你先整，你先整，我今儿工作一下，我今儿直个播。我没开美颜呀，哎，我的蒸箱熟了。其实我同时在煮羊肉和蒸牛肉，我要不先吃点牛肉？不行，我今天要先吃羊肉。我那个蒸熟了不应该这么快拿出来，容易烫手。我每次卖那个牛胸口不是人家都让我蒸吗？我老拿空气炸锅烤。我今天我就给它蒸一回，我看看到底蒸着是怎么个意思？是确实是蒸着好吃吗？但我先尝尝羊肉，我还是先吃羊肉，我馋羊肉，好久没吃了。得嘞，蒸的好吃是吧？我在蒸呢，蒸箱已经提醒我蒸好了，但是呢，我煮的羊肉也快煮好了，我还是先吃羊肉，我馋了。哎，我们这个超干风干牛肉干是换包装了是吧？改成超干条了，不叫超干风干牛肉干了。我还是喜欢这个超干风干牛肉干这个特别霸道的这个名字，这个不感觉很过分吗？超干风干牛肉干，旋风冲锋龙卷风，我感觉这个还是过瘾一点。现在这个假装还有设计了，还画个点小画啥的，吃起来是一样的，但我不喜欢这种浮夸的造型，我还是喜欢这个简单直白超干风干牛肉干，现在叫超干条，一样的东西啊，好吃是好吃的。贼干，贼干，但是贼香。对吧？朗朗上口，对不对？牛脆脆到家，一罐活不过2天。空气炸锅糟蹋肉，是，我今天是蒸的啊，我没有用空气炸锅今天。哎，味道还是一如既往，好吃啊。牙口稍微就是咱们说吃平时能吃点肉的，你试试。牙口不好就不要试了。牙口不行可以试试我们今天这个
小玩意儿，这我同事推荐给我的毛豆脆片，怪不怪？非油炸，它是这个2个搞健康的博士，我看看啊，我得确认一下。他给我推荐理由说是2个搞健康的博士做的，我别给念错了。创始团队是多年食品营养行业研发经验的2位女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倡导健康才是新性感的生活理念，让零食充满健康美。健康才是新性感，我这不对了吧？我就吃这个的时候健康点，我一会儿就开始猛造肉了。可以啊，这个是孕妇、产妇都能吃的。然后他说的是3岁以下婴幼儿不可以，然后特殊谷物过敏不可以，孕产妇可以，低脂非油炸不油腻。哎呀，是感觉有点厉害啊！它确实吃着有股毛豆的那个清香味儿，然后确实不油。就是这个一袋脆片的新鲜毛豆和玉米的添加量超过了40%，它意思就是丰富一下膳食纤维，然后呢替换掉一些那个普通淀粉，完了呢还糖也用的是代糖，没有蔗糖，用的是那个海藻糖代糖，热量更低，确实挺香。吃着它虽然是这种脆脆的口感，但是感觉像那个什么东西，就是像一种清香的东西，挺妙的，不油腻啊，好吃，我觉得好吃，就是一股毛豆味儿，还有股玉米香，它里头还有玉米，新鲜的毛豆和玉米，添加量超过40%。牛肉干肯定都是内蒙啊，今天的羊肉是新疆的，我们这牛肉都是内蒙的。我煮了一个新疆的羊肉，也是我的老朋友买巴尔的羊肉。欢迎各位朋友，我一会儿会消失一下，我去拿羊肉，我羊肉快煮好了。朋友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个上一场的明星产品，可能上一次来过的朋友知道我要干嘛，没来过的朋友忍耐一下，对不起，我要有一个拙劣的表演。这个雷司令的白葡萄酒呢，你夏天喝呢，冰着喝，它是半甜的，没那么甜。关键就是价格和赠品特别狠，一瓶是100出头，2瓶是170出头啊！上次卖了1000多少瓶忘了，反正1000多瓶卖了。为什么卖这么好呢？除了酒便宜好喝之外，它送一块美丽挂毯，上次这个美丽挂毯深受大家喜爱。完了呢，我现在就给大家表演一下这个大挂毯的使用方法啊。这挂毯的使用方法就是一个大变活人的挂毯。我去拿个羊肉啊，大家不要走。我煮羊肉呢，就是啥也不搁，我都是清水煮的。你可以不要学我啊，我煮出来的羊肉感觉好像特别白，没什么食欲，但是我真的，我劝你是这么吃是最好吃。
这个羊肉就是冷水下锅煮好之后呢，它一共是5包，它每包就是这么多，但是它是不同部位啊，每包不同部位。我这包是前腿，应该是煮个30分钟。我每次就是一包，它一共是5斤装嘛，我每次吃个1斤，能吃个5顿。我好久没煮，我有点馋这个。OK， 刚刚好，我觉得刚刚好，很嫩，再煮一会儿好了。完全不膻啊！不要再说膻不膻的问题了，骂人了啊！你跟内蒙人和新疆人说羊肉膻真的是骂人，你这不是骂我吗？不要骂人啊！不会膻的啊，这个卖山羊肉，我怎么回去见父老？啊，快乐就缺这一口啊！好几天就想吃口羊肉。它5斤装，都是顺丰冷链啊，放心啊，它是生的，你回家自己煮，但是是顺丰冷链。到家以后呢，先化好之后，每包你就冷水下锅就煮。第一次开火之后呢，撇去浮沫，就是它那里头那个血，你得撇掉。撇掉之后再煮个30分钟，你害怕你就煮个40分钟，其实我就煮30分钟，就很嫩很鲜，它是羔羊，很容易熟。贼香，我馋坏了。在外面，我就昨天不是应出去了吗？不是跟你们说我应出去了吗？我应出去吧，就吃那种西餐，吃那个西餐，吃了一个什么新西兰羊排，他做的很好啊，但是我还是不行，我就馋我自己的这个羊肉。有的部位肥，你看这个部位是完全不肥哈，这是前腿部位，它肥的就是它不是五斤装嘛，其中有每包有一包5包，有一包是那个羊排肯定是肥，有一块肥肉的。羊排不肥你也不吃，其实这个羊肉的肥肉是很香的，羊肥肉是很好吃的。我蘸的是我妈妈弄的那个韭菜花。新疆羊，羔羊，很容易熟，我都能做，你也能做啊！哎，你看有的朋友说，夏天吃羊肉上火，很奇怪。我来上海以后呢，我发现我上海的朋友他们都讲究夏天要吃羊肉，有一套理论说夏天吃羊肉怎么回事，不懂。我们内蒙人是一年4季都吃羊肉，没有特定季节，逮着就吃。没谁了。肉里我还是最爱吃羊肉，就别的肉再香也还是不如羊肉。时间长不吃特别想念。根本不用高压锅，我直接就用炒菜锅煮的，我不会用高压锅，就是炒菜锅冷水下锅煮半个小时我就吃了，不需要高压锅，铁锅就行。你太看得起我了，朋友，我哪是？你看我哪儿长得像会用高压锅的？那玩意儿多吓人！广州不能买，有的地方它那个天气热了，它不敢发货，但是那个
我的同事们啊，去让那个番茄的商家调一下。上次我记得本来深圳也不能发货，但那个番茄调一下，他给你加冰袋什么的也能发。我卖的肉类什么的都是发那个顺丰冷链的，你放心，绝对不删啊，不可能删啊！哇，太爽了！要解冻，要解冻，你别拿回去冷冻着直接煮啊，要解冻啊！羊肉一定要先解冻，软和了，拿那个水冲一下，把上面血冲一冲，然后呢，你冷水下锅，冷水下锅，然后怎么弄呢？冷水下锅以后，等它一开锅就有浮沫，那浮沫是什么呢？就是肉里有一点血或者什么肌红蛋白那些东西，你也不用具体弄清楚是啥，反正那个沫就感觉不好，是吧？你拿一个勺把那些沫给它撇掉，撇掉就清清白白一锅汤，一把盐，最多再搁一颗葱，你就什么都不要再搁了，一把盐一根葱你就煮，煮好了之后随便你爱蘸点啥蘸点啥，都好吃。我蘸的是我妈腌的韭菜花，你看看你妈妈腌啥呗？这不就你小时候吃惯的那些酱啊咸菜，你蘸你喜欢那些。啊，对，我有南方朋友买回去给我表演，都是用白萝卜炖，我没有那厨艺，我就直接一锅羊肉，啥也不搁，最多搁根葱，搁点盐，白水吃一样的，蘸点咸盐就行。我一次最多1斤，我一会儿还要吃点牛肉呢，我今天还蒸了点牛胸口，我牛胸口每次烤着吃被人骂，说你烤牛胸口浪费，那个蒸着吃好吃，我一会儿蒸熟了我再尝尝。我们每个半点发券啊，8点半发券，然后呢，等我吃完饭我们就开始读信，好吧？等我吃完饭，我把手腾出来，咱们就读信。我先吃点肉啊。我吃青菜啊，什么不吃青菜？我吃青菜啊。你看我这青菜青不青？我这青菜老青了。我挑个青菜。你们买这个番茄的时候，不要像我一样标这么生啊！我是特别喜欢吃生的，你们可以吃熟一点，它红的也有啊。我吃肉就配点这个，挺好。绿的就是偏酸，红的偏甜，我喜欢吃偏酸的。新疆羊、内蒙羊，我反正吃不出来区别。我觉得好羊肉都是一样的好吃，就像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一样，好羊肉都是一样的好吃，不好的羊肉各有各的难吃，就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我吃的很健康啊，我今天还有零食，我都是健康的，毛豆脆片，这是2个这个深耕多年的女士做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啊，2个女孩子，也不能女孩子了，肯定已经很厉害了，但还是女孩子吧。说是很资深，2017年就做了这个牌子，就是要做健康的零食，这很香，清香。还得是这个，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了，一天吃这吃那，什么西餐米其林，根本没有自己在家煮羊肉好吃。
我晚点读信啊，你让我吃完饭我就读信。我吃了羊肉，吃完这个羊肉会变幸福吗？我反正会，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我吃完羊肉会变得比较幸福，我不知道你，我不敢瞎承诺。清炖，煮30分钟。今天我这个羊肉我好久没吃，然后我说我今天煮点吧。那个新疆这个老哥，就是买巴尔这个老板大木的朋友，正好说起来了，说新疆那个小白杏下来了，还给我寄点，好幸福啊！每天都有人关心，幸福的独居高敏感蛋。纯水煮，加1把盐，加1根葱，白水煮就行。今天咋不喝酒？我每天也不喝酒呀。这个直播不能喝酒。我其实直播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可以不喝酒。这是羔羊肉，10个月以内的。这个小羊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多久，先是被阉割了，然后吃点草，活蹦乱跳的，然后就送走了，然后就冷链冷库，全都是一个标准流程就送走了。这小羊啊，你看这小骨头，这是它的腿儿，这能搞吗？小羔羊。别形容了，我错了。推荐大家买回去边吃边哭啊，是有点惨的。你居然会煮肉，因为这个肉好，它对厨艺是没有要求的，它就是冷水下锅，冷水煮开撇浮沫，30分钟就出锅了，它没有厨艺啊，我肯定会煮啊。啥时候读故事？我吃完饭。我不知道南方的朋友还都愿意夏天吃羊肉，他们有一套那个什么进补的理论，我不知道。我反正从小到大1年4季我都吃羊肉，所以我不觉得它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别害怕，我们是冷链运输，你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太香了呀，太香了呀！吃完这个羊肉说话口音都变了呀，太香了呀！我去拿点那个牛肉啊，我的那个牛胸口呢，牛胸口每次我都是空气炸锅，然后被我的顾客给批评了。我的顾客说我暴殄天物，说空气炸锅不行，说一定要用那个蒸箱。我今天是蒸的，所以我去拿一下呢。之前例行表演个节目啊。这个上一场来过的朋友都知道了，我们上一次的明星产品，这个上一次卖了1000多瓶雷司令，半甜型雷司令，就是没那么甜的雷司令，
非常好喝。作为入门款的白葡萄酒呢，就不会出错，因为很多酒吧的店酒就是这个，就怕你不知道该怎么点白葡萄酒，你就点这个，大部分人都会喜欢的。半甜型，完了呢冰一下，夏天就是一定要冰，够冰就好喝。一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啊。完了，上次为啥卖的那么好呢？是因为他送这么个毯子，美丽的毯子。这个毯子大家回去呢可以盖腿，可以干嘛，可以什么都行啊。我是用来大便活人的，我要去拿一下我的牛胸口，我蒸好了。那个老客人们帮我维持一下秩序啊，回答一下这个新朋友们的问题，大便一下活人。哇，这个让我蒸的人是不是害我呀？好烫啊！拿筷子，拿筷子。好，我尝尝这个蒸的怎么个事儿？蒸的是比我垫起来让你们看着。哎呀，我去！哎呀，不能，这个蒸的是确实好吃吗？这烫死我了！但是看这个颜色，看这个状态是肯定好吃的。挑一块肥瘦比例刚刚好的，闻着也很香。我们这个牛胸口今天就300袋啊，确实蒸着是有点水润的感觉，不像那个烤着那么，哎，是挺香。我做了，以后不要烤着吃了，蒸着吃，蒸着吃。这个确实湿润的状态下好吃，不用加任何调料，它是做好的，你回去蒸熟了就行了。我怎么这么傻呢？人家让我蒸，我为啥每次都要烤呢？有咸味儿，它的配料表就是，我摸摸还烫不烫？我给你看一眼，还有点烫。哎，你们就这么看吧，我就不给你端下来。它的配料表就是这一堆牛肉，然后加了点酱油、咸盐就没了，有咸味儿。我觉得你也不用再搁蘸料了，很香。你让我吃完饭再读信好不好？朋友们，我还没吃饭呢。啊，感恩，让我好歹吃一口呗，好不好？本身送那个蘸料也好吃，对，他会送蘸料的，他这个，你买这个他是送蘸料的，但是我是不蘸啊，你愿意蘸你就蘸。人家据相关人士反映，蘸了也好吃。
我们半点9点的时候再发券，发完券我差不多9点也吃完了，我就可以开始读信了，好吧？让我再嘚瑟一会儿。这是一袋儿。我今天需要展示一个我的老朋友，他回归了。我这个肉是肉，这个我们小卖部的老朋友应该也好久没有见过他们了。噔噔噔噔，这个2D 说展示一下，以前没展示，每次我的样品都给吃光了，每次都没好好展示过。这次他回来呢，就是说需要好好展示一下。打开以后是好几个小包这样的哈。然后就是这样处理的很好的虾干，一点点尾巴，但这个尾巴的骨头我也吃了，也能吃哈。这个非常好吃，非常耐嚼。这不是新品，这是老朋友。我以前每次展示我都是空口无实物表演，这次终于有样品了，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贼好吃。我把它也堆了。我吃的这个是原味的，就一股虾味儿。这个虾干，你听配料表你就知道啥味儿了哈。对虾，绵白糖、食用盐和味精，它就没别的了，所以它味道就是一股虾味儿。我看看我的同事们为啥没给我虾干弹链接呀？这老朋友回归没有链接吗？哦，天哪！哈哈哈哈哈！我欣赏，虽然不用那个卖不成了，但我给你们讲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不是突然开播的吗？这个2D，我不是好久没卖，我突然开播，他们今天价格有点问题，我同事去联系这个2D 的人，说2D 的人非常的有原则，他们的微信备注都是自己6点下班，所以6点以后再也没有回过我们的消息，今天就卖不成了，卖不成了，我也给你们2D 这个公司点个赞。欣赏。好厉害啊！我就说我怎么讲半天没弹链接，我没看手机，我同事说6点以后再也没有回过消息。不愧是我喜欢吃的食品啊，这么有原则，再吃一个。招人吗？你的同事呢？我们工作时间不一样呀。而且你没发现我1个月工作不了几天吗？欣赏。那今天我们吃不成那个，大家买不成2D 的虾干了，但我必须要说一下，不光是它的虾干做的，它卖不成啊，我只是有点欣赏，感动了，真的很好吃。完了呢，也是个很有原则的公司，是吧？他们的那个对接的人说6点以后不回微信，就没回微信，非常好。下次大家再来买吧，就这样吧。
那你的员工呢？是啊，我这又不是天天上班哈，我还是吃我的这个。我们牛胸口今天是有的啊，300单，瞧瞧这个牛胸口油，感受这种快乐，感受这种快乐。我是蒸的，今天是蒸的，蒸的确实好咬了很多，湿润了很多。这个要蒸一下，加热一下，微波炉、烤箱、空气炸锅、铁锅蒸都可以，推荐蒸。很好吃。牛拍着胸口说好吃，那倒没有啊，我拍着胸口说牛胸口好吃。为啥不开灯？我不开灯，你咋看见我的呢？朋友，这肯定是开个灯呀，没灯你肯定看不见我呀，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现象吗？我吃的这款就是牛胸口，今天就300单，上次卖了500多单，这次还剩个300单，300个出头一点吧，现在还剩250单，老香了，蒸的，我是蒸的，来给你们转一下，前面这会儿不热了，不烫，刚给我烫够呛，我从蒸箱一拿，给我烫，滋哇乱叫。这个虾没有啊，这个虾是一个今天不上班的朋友们，对，这个肉是有的啊，你瞧瞧，哎呦，拿筷子，你瞧瞧它这个肥瘦，为啥我说特喜欢这一版？我们这个牛胸口调过好几个版本，这一版我觉得是肥瘦相间做的最好的，而且那个肥油和那个瘦肉有那个风干之后的那种大自然的香味儿，香味儿，那不是酸甜苦辣的辣，是那个腊肠那个辣香味儿，贼香啊，贼快乐呀！因为之前那个肥油特别大块儿，很多朋友买了之后嫌腻。我其实觉得那大块的我都觉得很好吃啊，但是咱们还是吧，听人劝，吃饱饭。人说那个不要弄那么大块肥油，我们现在就调整成这个比例了，就贼香。我蒸了15分钟啊，不用蒸30分钟，我蒸15分钟就已经很好吃了。它本身是熟的啊。这一盘已经不够一袋了，我已经吃半天了啊。我给你们拿一包看看，需要吗？需要我拿一个完整的那个，就是它还没死去的样子给你们看一眼吗？需要，好，需要的话要走一个流程，需要的话必须走一个流程，这个是我们小卖部新增的一个常规程序。就是呢，今天买这个好喝的雷司令葡萄酒啊，推荐大家回去冰着喝，是很好喝啊，半甜的，没那么甜。完了呢，它卖的非常好的原因是价格很有优势，酒很好喝。然后呢，它会送一个很漂亮的这个毯子，哎，大家就注意看这个毯子，回去大家也可以这么用。你比如说中途干着什么事儿，说，哎，有人说，哎，你给我拿一下牛胸口的那个包装看一下，是吧？
就是这样的哈。但这里头有的是牛肥瘦，但它们的包装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我给你挑一袋接近这个我现在吃的这个版本，因为它每次都调整。我现在这个版本应该是接近于这样，就是肥瘦比例。但它牛肥瘦和牛胸口不一样，工艺不一样，就是胸口的工艺更复杂，它那个胸口油更香啊。我认为啊，虽然肥瘦也很好吃了，它工艺不一样。就这么大一包，好吧？咋做？蒸、烤、扒了，拿铁锅扒了，剁碎了做菜都可以。也有朋友买回去做菜的，就是切成小条炒菜也很香。华树枝补货去了，9买1个送毯子吗？送。你买1个也送你毯子。这个毯子上次酒没断货，毯子断货了，我们就紧急补个货，毯子还有啊。你只要买酒就送你毯。2瓶更划算啊，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刚我还看到一个朋友说买10瓶酒也送10条毯子嘛。你要是想这么干的，我推荐你买五个2瓶，你收到五个毯子，但这样你还省钱。你1瓶1瓶买有点费钱啊，它是2瓶更划算。毯子更美味，不能吃。衣服，行，看看衣服，它不烫，我这真刚被它烫了一下，我都有点怕它。哎呀，把它拿下来，看着了吧？就这样的，这个我觉得是很舒服的哈，它这个材质，夏天穿的就是比较得劲儿。背面，哎呦我天，真是背面，你不是椅子背吗？背面有啥好看的？背面不是椅子背吗？啊，开个玩笑，我知道你是想看衣服背面是吧？呜，看到了吗？哎，好费劲，看到了吗？背面是另一件衣服，没想到吧？你穿多大？我都统一是 XL。我记得你很高，也没有很高吧，83、84吧。ins 通票有酒水吗？有。ins 通票呢，每家店会送你1杯酒，应该是7家店，7家，就是 ins 里除了 KZ 以外，7家夜店你都能进去，每家店会送你1杯酒，7杯酒。如果你说7杯酒你还喝不够，最后你去一个叫 Playground 的店，送你畅饮，就是让你喝好为止。推荐今天买明天去啊，因为明天会特别好玩。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明天肯定是要去了，因为我那好朋友要在 ins 连过3天生日，今天第1天场面会有点凶残，也不是正日子，我就没去。明天
我就去一下，大家一起 happy 一下。明天应该会特别好玩，明天的 ins 应该特别好。啊，你也可以不用非得明天啊，这个周5、周6的票呢，未来90天都能用。ins 乐园里头有一堆夜店、酒吧，蹦 happy 开心。哎呀，我一顿炫饱了，挺高兴。吃点那个小零食儿，这个小零食儿挺好吃，它不是个特别那个。我还第一次吃这个毛豆片儿，就是这个毛豆的脆片，是清香的，很怪啊！你以为这种片儿都是那种油油的、咸咸的，它是清香的，我挺喜欢。这次去还瞎合照呢，是个能合照吗？我现在照相机过敏，看着镜头就有点头晕。这挺好吃的，很清香。刚有人问 ins 几点什么？我看没看到，我刷。ins 几点能进？24小时随时进，但是那个所有的夜店呢，你好玩怎么也得11点以后了。我推荐你去的话就，我那擦手在哪去？哎，我擦手在哪里？我推荐你就是11点，你早点去，你可以先在楼下五花马喝一杯，吃点东西。然后呢，11点的时候先去把那个7家夜店的所有手环都换了，省得你后面人多了排队。我们还有8分钟发个券啊，省得你后面排队，所以你可以11点的时候先去把手环都换好。每家店就每一个手环都可以换1杯酒的。明天会特别好玩，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明天是特别好玩。我的同事说这个毛豆脆片，吃起来像吃清新版的苏打饼干，你这个形容很到位，确实是。然后他们又给我看这个阿尔蒂的，就这个今天上不了架的这个阿尔蒂的对接人的那个朋友圈写的是工作日9点到18点，周末不定时在线，欣赏，很好，就这么干，支持这样的企业成功。桦树枝补货去了，今天没有了。明天披着毯子去 ins， 我大变活人呢！我明天去 ins 给大家表演大变活人呢，到每个夜店门口说：“哎，这能进吗？”啊，这毯子不卖啊，这毯子是赠品，毯子成了我们小卖部的明星产品，但它是个赠品，1瓶酒、2瓶酒都送，推荐你买2瓶，2瓶合算，170出头2瓶，蕾丝令。我怀疑今天他又要，这
个，哎，我问问我同事们，这个是不是我上次前天卖完了，它变成一个什么榜的九榜的 top one 了，是不是？是不是它？我记得我上次卖光了，有一次它是变成了一个 top one。不理我，不会去2D 应聘了吧？啊，是的，是的。你看，人气红榜、美食榜第1名就是我卖的这个。当然跟我没关系，我估计主要是这个毯子，这个毯子特别受欢迎，是个赠品。你居然还关心榜单？这说这种话就不要加居然了好吗？我每天被这个，我是一个被这个买手榜操纵的人，我有时候都觉得根本就不想，哎呀，就随便播播吧。他这个买手榜一会儿给我弄个第1，弄个第2的，弄的人心里就觉得要不再努力一下。我特别容易被这些玩意儿操控。票可以赠与他人吗？应该有吧？你看看规则，它应该就是它也不绑定身份信息吧？它就是一个兑换码。在哪儿买 ins 的票？来谈一下给他们。还有3分钟发券了啊！挂耳咖啡有点早吧？这么早就上线吗？先把这券发了。我一般都是要开始读信了我才挂耳咖啡。我其实我这儿还有块羊肉，我在这心里在掂量我要不要把它吃了。我还有块羊肉没吃，吃不吃？是不是吃很多了？我今天已经吃了吧，那就。我吃完这块羊肉，咱们就进入读信环节，好吧？3分钟以后发个券啊。这个羊肉呢，也是我们的几代版本以前的那个明星产品，之前卖的也一直特别好，大家不用担心。我今天还特意问了那个买巴尔的老板，都是顺丰冷链，不用害怕它坏啥的。贼香，关键是烹饪简单，我都能做，你肯定就能做。回去化了之后煮一煮，烤一烤都可以，我推荐是煮清水煮。很多朋友问这个羊肉膻不膻腻不腻，你看这个凉了，已经凉了，放半天了。这肥肉我都这么吃，它根本不膻啊，不会膻不会腻。凉着吃都没事，你热着吃更没事。对，奶味的，绿的是我们家自己做的韭菜花。还有1分钟发券，吃完这个咱们就进入今天的读信环节，好吧？1瓶也送毯子，推荐你买2瓶，1瓶不合算啊。这个完全不费腮帮子，它很嫩的这个肉。
你要说吃个牛肉干费吧，那确实挺费。这个很好，很嫩的。想家了。吃肉一般，肉嘛，我在新疆、宁夏我都能吃着。就这个酒花，这个是最想家，这我妈做的。啊，我是内蒙人啊，这羊肉啊，这是新疆的羔羊肉，不到10个月的羔羊肉，回去煮一下，贼香。全是骨头，我这不肉吃完了，它不可不就全是骨头了吗？我吃光了哈。大家这个关注点怎么这么奇怪呢？那肉吃完了，那可不就是剩骨头了吗？咖啡可以搞一点啊，5种口味，1周不重样，挂点咖啡。准备开始读信。免费送我还差不多，你是学生吗？你是大学生吗？就免费送你。冷冻不能下锅啊，这个要化一下，要解冻化，哎，软和了再开始煮，可不能冷冻着下锅。我前两天看一个我在小红书上看了吧，一个留学生做饭，太震撼人心了。那肉就是冷冻着扔锅里，在那扒个开，扒个不开，说再搁点酱汁，再弄点 cheese， 哎呦我的妈！这日子让他们过的，比我还惨。那不是冰煮羊吗？不是你，冰煮羊不是这个意思啊！冰煮羊是肉也化好放锅里，然后拿冰块铺在上面，在加热的过程中冰块化了再煮这个肉。据说呢，我不太理解啊，但据说这样搞呢，肉会变得更紧，会更好吃。我不太理解，我也吃过，倒是不难吃，但我不太理解为啥这么搞。我们准备开始读信了，朋友们，全自动小卖部开始运转了。今天的新品就是这个毛豆脆片，今天的唯一新品应该是毛豆脆片，还有上一场的次新品这个雷司令葡萄酒啊，都是明星产品，懂我意思吗？我的老客人们，不是说你们非得买这个，老客人们，就是今天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帮我销售一下这个，我就读信去了。我们还是每半个小时发券哈。我其实也是懒，我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员。我其实是很佩服能那么一直销售，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就同样一个，我也不搞更新产品，我同样一套话说几遍，我累了我就敢他说了，所以是全自动小卖部，都靠我的那个老客人们啊，感谢啊！我还是比较念信的时候比较开心，比较有乐趣。李诞哥哥好，我是高中毕业生啊，可以送你牛肉吗？不是吧？刚刚高考结束，可以谈恋爱了。高中时我学习不好，经常找一个学霸给我补习物理，因为我物理足足进步了30分。哎呦，这可以啊，这确实，这不光是学霸，这是个小小教育家呀！这，我答应他，你说你高中物理老师都不一定能干成的事，让他给干成了，这就是爱吗？我答应他，只要高中毕业就做他女朋友，这就是爱呀，足足30分。结果高考结束当天，我实在太开心了，就把这码事给忘了。这码事给忘了，忘了。我随手发了一条跟一个体育生的恋爱官宣朋友圈。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就这么猛吗？我卫生纸呢？我就擤个鼻涕。怎么第一封来信就这么猛？哎，我的天哪，太猛了，这小孩蒙住我了。哎，蒙得我鼻涕都下来了。好残酷的成人礼，把那30分还回去。物理学霸看见了，刚进来的朋友啊，前面很精彩。我给你稍微也不是很复杂，就是来信的这个朋友呢，学习不好，高考前学霸给他补习物理，足足进步30分，他答应了要做这个学霸女朋友，高考结束当天就给忘了，忘了呢就发了一条跟体育生谈恋爱的官宣朋友圈。接着念啊，物理学霸看见了，连着发了4条60秒极限语音，接着拉黑了我。昨天我们班级原定的毕业聚餐他也没有来，我猜他一定在家独自难过。你这会儿有心了，姐妹儿。我现在很难受，以前为了蹭物理补习，我哄着他说了很多畅想未来的话，都畅想到白发苍苍坐着摇椅摇啊摇了，现在看来是多么的讽刺，自责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李诞哥哥，我该怎么办呀？你这光自责，我也没这字里行间我也没有读出你跟体育生分手的信息呀，姐妹儿。啊，姐妹儿，你是难受该难受，行动归行动，难受归难受，是吧？互相不耽误。我看他也不难受啊，是啊，我也没看他难受啊。现在看来是多么讽刺，自责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今后的生活。李诞哥哥，我该怎么办呀？你该怎么办？别人我不管啊，你必须。别人我管不了了，我是一个。别人我不管了啊，你啊，你就这挂点咖啡吧。我也不能让你买太贵的东西，是吧？你这高考刚结束，高考刚结束呢，你也没赚钱，我让你买太贵的，我于心也不忍。但是你现在应该高考刚结束，也收个点红包啥的，是吧？买一盒挂耳咖啡5种口味，10包装，然后亲自交到那个物理学霸的手上，说对不起，以后喝点咖啡清醒一点，离我这样的人远一点。说以后到个大学呀，再看到我这种号称什么你只要给我补课，将来我就跟你在一起这种，你多动动脑子，多喝点咖啡，清醒一点，好吗？不要再被我这样的人骗了，无论男女都一样哦。
你买啊！你这不买，你真的良心不安的，你会。谢诗礼，谢诗礼。爱情的苦，爱情的苦，对，爱情的苦也可以。说都咖啡豆，这咖啡送到那个学霸手上以后，说你泡，我给你泡，说我曾经咱俩不是畅想以后坐在摇椅上慢慢摇吗？估计慢慢摇有点悬了，我现在也谈恋爱了，我给你泡一杯这个那个挂咖啡，也慢慢的啊，慢慢的那个咖啡壶慢慢摇，泡一杯，喝，说苦不苦？是不是？苦不苦？爱情比这个还苦。你看，朋友，我也是用心良苦，不想让你吃爱情的苦，你就整点咖啡的苦就好了。以后在大学里有很多快乐的事情等着你。拜拜。这么渣的话呢，别人也说不出来，但我觉得你可以。这姐们真行，太有前途了。我仿佛明年就会收到你的那个私信，明年我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该收到你私信，说什么老大老二老三了，后继有人呢。我看好你。有一些新朋友不知道老大老二啥意思，是吧？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们这个小卖部是一个连续剧，好吧？你新来，你以后就常来啊，轻易不要离开，不然你接不上这些故事，太精彩。你说这小姐们是不是充满潜力？你说她说这个话，我觉得她是挺有幽默感的，所以我才跟她开玩笑哈。我们那个，我是觉得她挺幽默的，我跟她开玩笑。你看她这个措辞就是在那逗，什么我答应他只要高中毕业就做他女朋友，结果高考结束当天我实在太开心，就把这码事给忘了。那怎么可能呢嘛，是吧？他肯定还什么官宣了跟体育生谈恋爱的朋友圈，那不可能嘛？那他谈恋爱的时候没想着吗？那不可能是。我估计他写这个信呢，也有一些艺术夸张的成分，比较幽默，跟他逗一逗。但你这个咖啡不买是不行的，你太过分了啊！爱情的苦，你已经让我们这个学霸同学吃不上爱情的苦，必须喝点咖啡的苦啊！不可能真忘了，他是比较幽默，跟他逗一逗。我们这个是5种口味啊，5种口味代表着一个美好的愿望，说你一周不重样，一周不7天吗？怎么5种口味就一周不重样？希望你一周啊最多上个5天班，是吧？好喝的啊，酸汤可以挂上了。接着念。蛋总你好，啥口味都有。点开这个，你下拉详情就都能看见啊。拍2比较合算，你下拉详情就能看见。你的头咋回事？我的头怎么回事？我的头怎么了？我的头怎么了？刚有个朋友说你的头咋回事？我的头怎么了？我头一直这么难看。我的头没有变得更难看吧？一直就是这么难看的。没事啊，我接着念信了啊。
新来的朋友们，欢迎各位！有什么任何问题，你就打在评论区，我们全自动小卖部的老客人们会告诉你们哪个东西硬不硬、软不软、好不好吃、酸不酸、甜不甜的啊，问他们就行。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蛋总你好，我在大理遇到了喜欢的女生，她正在毕业旅行，后面呢就要去广州工作了。现在我在大理工作，我很想她，她忙，旅行忙，说去广州的更忙。现在的状态是发消息他不回或者回得慢，偶尔也给我发消息，请问我能追求他吗？我想过半年去广州找他，谢谢。目前就是没能聊上天，很烦很焦虑，我真的喜欢他。终于有这种我在大理很想你你们是接梗这么快的吗？接梗这么快以后也不用我了呀我们小卖部这人才这么多吗？我在大理很想你，我刚一瞬间这都出来了，我脑海中这都补出来那玩意儿了。哎，太有才华了！真正的我在大理很想你，是吧？那些在大理很想你都是为了拍照，这也是真的在大理很想你。但是我看到这种是高兴的，因为我一般收到的这个爱情题都是什么走不出来的，什么这个忘不了了，哎呀，让男生欺负了，让女朋友欺负的都少，多数都是让男的给欺负了。这个挺好，这个就是追求还没发生，失败是未来的事情，走不出来是未来的事情，不是咱们小卖部的事儿，是吧？咱们现在想让他走进去，我们以前都是处理这个走不出来的，咱们今天要处理一个走进去的，是吧？走进去比走出来还简单，走啊，往上走啊，先买一张去广州的票啊！不对啊，前面有一句这个没有那么简单，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现在的状态是发消息他不回或者回得慢，偶尔也给我发消息，请问我能追求他吗？偶尔给我发消息，那就是感觉有点难走，我觉得你走不太进去，但是咱们可以路过一下，是吧？咱们这样，你不是在大理吗？他偶尔也回说明你们没有断了联系，先从吃开始，所谓食在广州啊，廣州嘅嘢啊好食嘅哈。哪一个同葵啊？你听不懂粤语是吧？你先练个粤语吧。你这个要追求他，你这个粤语不行也不行啊。你呢，先从美食聊起啊，就是说这个在大理啊，一直就听说广州的东西好吃，咱们就是为了去广州吃东西。但是呢，你去广州啊，你如果直奔找他，我看你俩这个状态，这小姑娘压力得挺大。你就说是路过，你说你那什么，你说你啊要去上海，就在广州转机啊，不知道为什么，但就是就出这种事儿了。说要去上海干嘛呢？我给你找个理由啊，说要去上海复兴公园 ins 玩，你说那个李大吧推荐我去 ins 那个复兴公园蹦迪啊。好了，然后说我要在广州转个机，就待一天。你可别给自己太多时间，你说我在广州就能待一天，完了呢，我从大理过来呢，也没啥好带的，还给你带了点这个土特产啊，内蒙的这个超干条牛肉干好吧，带了点土特产，说我从大理来呢，也没带什么东西，我就带了点这个内蒙土特产，顺便看你一眼啊，看你一眼呢，咱们相识一场，吃个早茶，朋友，吃个早茶，这个约会很少有约早茶的，你吃个早茶，哎，你就让他觉得这个人哈，首先他估计是觉得你肯定是疯了。
你从大理来带着内蒙土特产去上海，在广州转机，然后约他喝早茶，他就是出于好奇心，他都得见你啊！你说这什么人啊？我不得看一眼吗？这哪来神经病？上次在大理的时候没觉得他这么神经病啊，这怎么了呢？我倒要看看，激起他的这个那个是好奇心。先见上面，啥都别说别的没有用，先把这个面见上啊！朋友，听我一句劝啊，先把面见上。好，这女生可能有各种说法，咱们就要随机应变啊！我可不是教你的是灵丹妙药、锦囊妙计，咱们要随机应变。她可能会怎么拒绝你呢？早上起不来，去之前啊，咖啡先给她寄到啊，先寄到他那跟要个地址，要你单位地址，说你不是起不来吗？送你点东西，寡宜耗费。哎，先精神起来。这个有点硬是吧？这个有点硬，对，这个稍微有点那个什么，不好意思啊，这条是纯为了打广告，其实可以不用送咖啡的。没事，他如果说起不来呢，你就说那就喝个下午茶啊，广州也可以喝下午茶，下午茶也可以吃点心，你就把这个牛肉干送给他，然后吃点点心，见面，反正你给自己的余地是很宽的。就是说第二天你本来就是落地在广州转机一天，你就待一天，第二天就到上海。我这是啥意思呢？你给自己很有余地，你就不会把自己整尴尬了，因为你来这儿就是只待一天，无论他答应你不答应，你俩有进展没进展，你今天就得走，这样呢你不会尴尬，你不会最后人家拒绝你了，你不得不走，或者人家怎么样了，好像有点好感你又留下来了，显得你就对吧？整个这条策略里最核心的是在广州就待一天，然后见个面聊一下，行不行？说行，突然突飞猛进了，打开手机给他看，说，嘿嘿，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买去上海的机票，哈哈哈。然后呢，说我本来就是想在广州待着来着，这样挺感动。后面的事就不用我教了吧，好好努力，在广州找工作完事儿。然后呢，你俩会谈恋爱，谈个轻则半年，重则1年2年的吧。然后咱们就按祝福你吧，2年以后分手以后呢，你就该走不出来了。到时候再来我们这个小卖部给我写信，好吧？我到时候再教你走不出来该怎么办。先谈着。包售后，小卖部这是包售后的。我们小卖部不光是卖东西包售后啊，给建议也是有售后的。到时候走不出来了也来找我啊，先走进去，先负责让你走进去啊。还怪贴心的。是吧？没有，我这么说呢，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就是对爱情不要抱有那么，咱们要有美好的向往，但是不要有幻想，是吧？做一个最坏的打算，享受当下，完事儿。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对，你最次你还去广州旅行了一趟呢，是不是？去广州吃啥呢？我推荐你哪家呀？广州好吃的太多，我都不知道该推荐你去哪家。好吃的也太多，随便找个早茶、下午茶的喝一个。广州真的好吃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推荐。今天有大变活人魔术吗？你来巧了，我正好水喝完了。各位观众，刚刚来到我们小卖部的朋友们，这是本小卖部最新的明星产品啊！1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雷司令半甜型，没有那么甜，夏天是不能没有雷司令的，非常好喝，不挑人。最佳入门的白葡萄酒，关键
它卖的好，是因为这个毯子造型别致啊，大小适中，深受小卖部的朋友们喜欢啊！我去拿个水喝。哎，我正好站起来了。我这裤子跟这个它是个短裤啊，它这是一套的啊，它这是一套的。完了呢，我刚也没好意思喝这个白花汁，因为没货了，补货去了。下次再来我们再卖白花汁啊，今天也没有卖的，卖光了。毯子是买酒送的，毯子不卖，毯子是买酒的赠品。买这个酒送刚那个大便活人毯，给人起名了，大便活人毯，也不知道人家品牌高不高兴。这个酒好喝吗？就是雷司令偏甜的那个白葡萄酒。雷司令这个品种呢，就是不出错，它就是非常入门的白葡萄酒。很多那个小酒馆啊、酒吧那种所谓的 bistro， 你进门有店酒，肯定有一杯是雷司令啊，有什么茶相思啊，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会没有雷司令的。你进去，那个 bartender 一般就问你，你如果懂白葡萄酒，他就感觉嘎嘎比较整的比较复杂，可能会给你推荐我们这种比较贵的白月光这种，是吧？但一看你说我平时不怎么喝白葡萄酒啊，那他就问你一个，喝酸的喝甜的。喝酸的呢，一般就给你个长相思；喝甜的呢，给你的就是雷司令，不会出错。冰着喝。武汉35度，买番茄路上会坏吗？真不知道。我虽然是个小番茄专家，但我不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我只知道我们是走那个会发货会发顺丰，然后会送那个冰袋。它具体怎么说呢？还得听这个卖家的啊。应该是问题不大。番茄这个东西还是很抗造的。我们上面都有冰袋，然后是走顺丰，应该问题不大。番茄就是番茄的味儿，偏酸。是阿拉丁的那个毯子吗？不是啊，是那个大卫科巴菲尔的。知道大卫科巴菲尔吗？就说话稍微有点磕巴那个大卫科巴菲尔，就是变魔术啊，大变活人毯。接着念信了。毯子买酒送毯子啊。小卖部老板你好，我是一名学产品设计的即将大4的在校生，从高中到现在遇见了4个男性，其中3个在跟我分开后找到了真爱，让我一度怀疑自己的眼光和磁场，于是我花了30元算了塔罗牌，算我的真爱在哪里。我还是相信真爱，热忱之心永不泯灭。所以我想问问，对于不是名校也不是一本毕业的即将要迈入职场的我们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学好逻辑是最重要的，不要给我整这种逻辑跳跃好吗？不要从这个突然30元，我们还有1分钟发券哈。学好逻辑是最重要的啊！不要突然从这个30元算塔罗牌相信真爱给我干到说这个迈入职场好不好？我懵了呀！这啥呀？这个把我的逻辑撕裂了呀！这是一个魔法攻击啊！逻辑撕裂术，我裂开了呀！看事实啊，对，哎，今天有事实吗？上次事实卖光了。
上次事实是卖了一本也不剩了。今天有事实那本书吗？我个人非常推荐的逻辑，就是增强逻辑能力的书啊。逻辑的教科书很多啊，那个读起来会枯燥会沉重，这个事实是非常好读轻松引人入胜，它都是故事，但也有很强的他所谓的故事也都是这个作者亲身经历，亲自去，他在全球范围内调研，就是解决全世界范围内的人都会犯有的常识性错误、逻辑性错误、忽略事实的不实事求是的错误。他在全球范围内做这种调查考证，去补充这种事例，然后全球各地的去演讲，都在这本书里。事实这本书里是10条我们所有人类，全世界人类都容易犯的逻辑错误、事实错误。通过纠正这个错误，你就能增强自己的逻辑能力。比如说这塔罗牌就算了，比如说有一个我印象还很深，我看这本书都7、8年前了，但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有一个逻辑错误，我记得他是当时去印度，就这个人，他是个医生，我记得他到印度的某个医院去工作的时候，然后呢，他在那个医院啊，就是电梯门快合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电梯门快合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他就是直接伸手嘛，就伸手打了一下，结果他那个旁边的人就吓傻了，当地人就吓傻了，直接把他拽回来，说你干嘛呢？说这电梯门不是合上，但是他发现他伸手过去，那个电梯门根本就没有停下的趋势，还是要合。原来那个地方的电梯，就是落后地区的电梯，是根本没有我们习惯的那种感应装置的，就不是说你中间有个阻挡物，那个电梯门就会打开，它还是会合上，它就会把你的手夹住，然后你就完了。他就从这里面就得到一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会犯的错误啊，就是事实性错误，就是先入为主嘛。你就是觉得你习惯了，你觉得这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有啊，对吧？你觉得这不就应该是这样吗？你不会去多想的，你觉得这就应该是这样的呀，然后就是你的一个惯性思维，对吧？所以你就不去想真正的事实是什么。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啊，这里头大量的这样的东西。很精彩，这本书我当年看了，对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帮助。那天卖光了，他就今天又紧急补了点货。这个书呢，这个书的开篇就有一套问卷，就是这个一套题，所有的是很简单的，让你对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我那天考徐志胜来着，我记得我考徐志胜，就徐志胜也答错了几道的。我觉得徐志胜都算有知识有文化的，是吧？还挺爱学习一个小伙，我就这么坐着问他来着，就事实里的那么几道题，他也很自然的答错了几道，这不能怪他，因为这个事实的作者说，就他这套问卷去问什么大学教授，问什么博鳌论坛上的那种商界的政要啊，什么这些特别有知识的人，什么决策者，也照样答错一大半。他就是人的那种思维定式、逻辑上的那种 bug 卡住了。你就觉得这世界不应该是那样吗？但你就太久不去了解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去忽略了事实是什么样，就容易出问题。塔罗牌可以相信吗？好问题，你真是问住我了。我给你讲一个我跟塔罗牌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3天前还是4天前。有一天我爬起来我看着外面天阴阴的，下着雨，本来计划要直播的，我说我就不播了吧，播不播呀？我就犹豫了，一下雨人就有点丧，说不想播了，感觉播起来就没有咱们现在这种欢乐的氛围，是吧？我直播还是想跟大家比较开心一点，我也不想让你们看我丧。然后我说播不播呀？我就发群给我的同事们说，要不然我给你算一个塔罗吧。我就脑子就糊涂了，他就发了一张图进来，就三个牌，说你选一张，我就选了个1。然后我同事说，啪啪啪就念了一串，说如果从事你现在想做的事的话，会有危险浮现。那天我就没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没事不要算命啊，不要算塔罗，不要算命，不要去算。
好吧？我以为是我选完了，我同事给我说点吉祥话呢，说大吉大利，干啥都行。他还很认真说危险浮现，别播了，我就没播。我其实平时是不算命的，我是不算命的，因为算命呢，就是他算了，他就会影响你，他就会膈应你。就你一算吧，你不算，你说我信不信呢？你问我觉不觉得那个什么玩意儿有道理呢？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其实我内心觉得人家还是有点东西的，但是我觉得我正确的做法就不应该去算，我一算他就不就干扰我了吗？我本来应该那天播还是不播呢？被干扰了我就没法播，就是不要乱弄，还是事实啊，读点这种书，增强自己的逻辑，实事求是，认识一下这个真实的世界。塔罗呢，你当个娱乐可以玩一玩，我觉得没啥问题。事实你错个几题，我早忘了，我当时肯定是错了很多，因为这本书我肯定是错了很多，我读的特别认真，津津有味。我觉得我一定要变成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我怎么能这么？我读完了确实改变了我很多看这个世界的角度。首先我变得特别乐观啊，我觉得这个世界大体上，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对的部分比错的部分多得多得多，但是大家呢很容易去看那个错的部分，忽略了正确的部分，这个也是事实。它有10条人们容易犯的错误里其中一条，就这叫什么负面思维还是什么？大概意思就是人容易盯着负面的事情，人容易发现察觉到生活中让人不快乐的事情、错了的事情，你就盯着那个看，然后你很容易就忽略掉，其实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大部分事情都是对的，是好的，你就忽略掉了。这个道理就是事实教给我的，就是这本书教给我的，就这本书教给我的。我觉得别的先不说，就这一条就让我人变得快乐了很多。那为什么人间不值得？去听我的播客，我的播客有一期播客叫从古法粤菜到南海13郎，听一下那期，我没法给你解释。我们这个小卖部不要再谈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听那个播客啊，那个播客聊了40-50分钟就聊这件事。然后这个事实也是，我觉得我从读完这本书真的给我影响很大，我就觉得其实你想想不就是这样吗？你逻辑只要正常，你不觉得我们都能这么活着，是吧？大家还都活的能发牢骚怎么样的？这不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对的部分比错的部分多吗？但是我们会忽视那个大部分对的事情，它不显眼。比如我们每天坐在这里有电、有网、有水喝，它不显眼，你就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你这个感恩之心也就不强了，是吧？但稍微有一点说，哎，这个水怎么不冰啊？就开始了。读完这个书会好很多，人会健康很多。买书不送毯子，买葡萄酒送毯子。对，我们希望全对，对，我们还有一种完美主义倾向，我们人都希望什么都是对的，这怎么可能呢？对吧？实事求是的意思就是事实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事实真的不好，那就不好；事实是好，你也要认为它好。很多就是我也说我自己啊，不是说别人，我经常也是不够实事求是的，很多时候也是觉得看到这个事情的负面那一面，觉得这才是真相，但是那阳光的那一面、亮的那一面忽略了事实。刚刚那封信就是一个逻辑跳跃很严重的朋友要进入职场了，问我有啥建议，我说加强逻辑能力啊，你无论做哪行哪业，逻辑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逻辑是不是就是对的，逻辑是不是就能通往这个世界的真相，这是个哲学问题啊，这个不是个求职，这不是个职场问题，哲学问题咱们就不在这儿讨论了，是吧？这个太复杂了。我只能说，目前来看，你上班做事情打工，逻辑还是相当有用的啊。就哲学思辨还是不如逻辑思维那个批判思维能力有用啊。接着念信，又来打窝，欢迎来打窝。
您好，我是一位无业游民，我想要寻求的帮助是，最近总觉得一切没有意义，人怎么非得要开心了呢？如果不去找意义，不去找开心，还能做什么呢？找个班上。多一句我都不用跟你说，找个班上。我读下一条了，想问一个问题，感觉自己闲不下来怎么办？去当无业游民，多一句都不会跟你说啊。去休息一段时间，去当无业游民。好吧，读下一条。你们俩真行啊，你俩人生互换一下。你说是不是嘛？你俩就应该参加变形记，对吧？互换一下。人真的是这样，围城是吧？里面的想出去，外面的想进来，怎么着都不对。谁看谁都是哎那样活是不是对？我是不是错了？这个其实也是那个我们那个事实那本书里会讲到的一个逻辑，就是你身处其中的时候，容易这个思维就发生偏差，就不够实事求是。其实你实事求是的想，你所谓的无业游民，你实事求是想，不就你正想有空闲吗？一个非常工作停不下来的人，你实事求是的想，是不是你正在做一件事情呢？就是对吧？这个人真的这个思维是不太容易调整的，所以我真的很推荐这本书。但你好，我今年29岁，性格内向，但内心活动很多，朋友较少，但都知根知底。最近几年呢，我发现我开始羞于表达自己，抗拒和人进行谈心式的交流。比如我喜欢喝酒，微醺呢就话多，开始谈心，当下也许很快乐，第二天起来就难受，心想我为啥要说这些？我自己知道就好了呀。哎呀，说都说了是吧？覆水难收，爱到尽头，覆水难收。再比如，如果我开一个午夜电台，对别人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或者深度讨论，说完我就会感到万分羞愧。我没有在说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的问题。你是应该少说话，你是挺不会说话的朋友，你少说点话吧。我这才读到第几行呀，你就开始小刀扎我了。你这平时喝完酒说话得多难听啊！少说话吧，出去。你说这干啥呢？这是不是你这个定的？不是你说他设定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太针对人了？哪有一个正常人说，再比如，如果我开一个午夜电台，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吗？这是一个全国有很多人，每10个人里就有1个人在做这件事吗？什么？如果我开一个午夜电台，对别人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说完我就会感到万分羞愧。这开一个午夜电台这件事情是啥意思啊？每10个人就有一个午夜电台吗？这不是很少人这么干吗？据我所知，是不是几乎只有我这么干啊？你，然后还括弧没有在说你的意思，是我自己的问题。哎，你少喝点酒吧，你买点罐咖啡啊。说他前面就说他喝完酒说话可能就是很难受，说这些干啥？我也是觉得你说这些干啥？你喝点咖啡吧，以后少喝点酒啊。寡姨咖啡啊。他预判了你的敏感。我仔细想了想，我并不是在乎别人会对我有什么意见，你在乎点吧，你在乎吧，你还是在乎点吧啊！我就是难受，自己冲动的分享了自己尚不成熟的人生经验，是蛮不成熟的，是不是会出现一些低矮形象？低矮形象是啥？没看懂啊！但我知道人难免会有表达欲望，我的问题就是在我表达完之后，如何减轻我的悔恨和羞愧？你别减轻，你应该悔恨。我不推荐你减轻你的悔恨和羞愧，
我推荐你啊，买点我这个罐咖啡回去，边喝边羞愧啊。气死我了，气不气人吗？好，不开玩笑，我回答一下你这个问题啊，就是他意思就是表达之后又羞愧自己的这个表达欲。但你29岁还好吧？29岁，你说你40岁，人生什么人到中年是应该少说点话。29岁找点朋友聊聊天很正常的，你实在难受你就写下来，多跟陌生人分享。29已经克服了羞愧，对，一般的29就克服羞愧了。来个爱情的吧，欢迎各位新老朋友，还有14分钟我们发券啊！现在呢，我这个是寡儿咖啡啊，寡儿咖啡，还是这件衣服啊，里头都换了，里头换回了一个老朋友，老演员了，都是老演员。好吧，这个衣服是一套的，裤子也穿了，等一会儿我去拿水的时候再给你们表演裤子是啥样。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可以买一下牛胸口。牛胸口今天有300单啊，应该还剩200单吧。非常好吃，今天我蒸着吃了一下，我发现比空气炸锅好吃，非常好吃啊！今天还剩个200单应该。也可以直接吃，但它加热更好吃，它是熟的，但我真的推荐你加热吃。蒸15分钟。我看看还剩多少单啊？哎，还剩200单，卖个100单，还有200个，非常好吃，蒸着吃啊！我这没吃完，给你展示一下。我今天吃羊肉吃多了，是这样的，蒸完，我吃了几块没吃完啊，肥瘦比例非常好。牛肉，牛胸口油，草饲呼伦贝尔的草饲牛，一口料不许吃的那种草饲牛，非常香。哪个链接？弹起来的这个不硬啊，我今天蒸着吃发现还相当软，就蒸着吃，干那烤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硬啊。就是这个弹起来的这个链接，蒸15分钟。我一直是用空气炸锅，然后呢，我就是被小卖部的朋友批评了。我小卖部里买过这个牛胸口的朋友跟我说，我在暴殄天物，说你就蒸着吃，你别拿空气炸锅。我今天就空气炸，我就那个蒸了一下，蒸了15分钟拿出来吃，确实是比空气炸锅更口感更好。感谢我小卖部的朋友们，不光帮我卖东西，还教我怎么吃东西。我一天跟个弱智似的。今天还有一个新品是这个毛豆脆片，非常清新版的苏打饼干，就是苏打饼干还有点油啊咸呀的，没有那些味儿，就是毛豆，它是毛豆味儿和玉米味儿的，一股清香味儿，这个也很好吃。接着念信啊，朋友们帮忙那个帮我售卖一下啊，那个老朋友们，感谢各位。我接着念信了。前女友断联，然后冷暴力，和他分了手，才发现他已经有了对象，很绝望，现在已经从那种悲伤绝望的心情中走出来了。先给你一阵掌声。好久没有见到自己走出来了的人了，我都感动了。一般来我这儿都是走不出来的，你已经走出来了，感动啊！
走出还好啊，走出还好啊，但是还是害怕谈恋爱，没有完全出来，是吧？走出来了，没有完全出来，可能形出来了，魂儿还在里头。那叫什么呢？我们写散文，小时候写散文叫形散而神聚。哎，你这个症状呢，属于形出而神流，没走出来啊！骗我，你没走出来。和前女友好了3年，感觉那时候已经全心全意投入那段感情了，但是失败的很彻底，就不敢再开始新的感情了。心里还是想恋爱，蛋哥怎么破局？哎呀，你这种症状啊，怎么破局？清醒啊，清醒已经救不了你了，你得上点酒了。我看看啥酒适合你。这是个兄弟哈，我得给你找点狠的了。这小甜水你喝着不得更难受？我给你让你喝瓶白月光，你是不是得死啊？别喝白月光了，千万别喝白月光，你肯定会喝的难受死。哇，那种喝白月光啊，千万别喝这瓶啊！你不能喝这个，你我给你喝一个能活的，你喝点啤酒吧，找点兄弟们。白月光是我们一直卖的一款葡萄酒，就是会想起他都不是好个3年的前女友吗？你不能喝这个啊，这非得难受死。你喝点啤酒吧，哎呀，这啤酒我们今天卖吗？哎呀，你喝点啤酒，你找点兄弟。兄弟，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同性。你听起来是不是逻辑有点 bug？ 说，哎，我从一段恋情中走出来了，但是我想谈一段新的恋爱，这个时候我需要的是什么？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同性。今天我们啥啤酒有啊？谈一个啤酒呗，我都不知道今天挂的啥有啥啤酒，同事们。Trip Smith 有啊，好，可以 ，Trip Smith 也可以，精酿啤酒劲儿还大一点，我给你找个劲儿更大的，爆裂鼓手呢，我的爆裂鼓手呢，就一喝那种嗡一下的那种，这也行啊，月球旅行者也可以，这个劲儿大啊，它味儿还都各种味儿，你看这个，你喝点这个，不推荐你喝烈酒，听懂了？和兄弟谈恋爱不是，找点小伙儿、哥们儿、朋友一起呢聚在一起喝点啤酒。我不推荐大家酗酒啊，就是喝烈酒把自己喝晕呐、喝傻呀、喝断片儿。虽然这些都是我经常干的事儿，但我不推荐你们这么干。喝点精酿啤酒就可以了啊。我们这个 Trip Smith 精酿啤酒在贵阳当地是非常出名的，有贵阳的朋友给我做个证啊，很好喝。然后上头贼快，你也就喝个2罐你就上头了，也不用喝太多，吃点东西，聊聊天儿。为什么说这个时候要跟兄弟在一起呢？就他们身上啊都有比你更惨的经历，你平时不打听你不知道，你把你的悲惨一暴露啊，你旁边那哥们儿就，本来我不想说的，曾经我也有过一个很爱很爱的女人，就开始了，这一晚上你就听去吧，一会儿就吵了。先跟这帮小伙子咔咔咔这个啤酒喝起来，是不是？一聊发现，哎，怎么这儿又有一个啊？怎么你女朋友也出轨了？什么啊？这喝一会儿，发现你现在难受啊？你看他的意思就什么意思？我这还不是说。我真不是说给他瞎出主意，我再给你念一遍他这个情况啊，还是很害怕谈恋爱，和前女友好了3年，感觉那时候已经全心全意投入了，但是失败的很彻底，因为他女朋友就没分手的时候就基本上刚分手吧，就已经有了新的男朋友了。题眼是什么？好久没有考你们了，这道题的题眼是什么？这道题的题眼是什么？啊？这道题的题眼是全心全意。
就这哥们儿呢，觉得他自己全心全意了，吃失败的很彻底，觉得他的痛苦是一个特别独一无二的痛苦，他觉得他很难走出来。你去多跟别的小伙子们，当然可能那个女孩你要有要好的女性朋友也一样啊。小伙子好张嘴，女孩可能说这是还不愿意。你要真的要好的姑娘也一样，喝点啤酒聊聊，一听你不独特啊，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得发生个上千万过成千上万起吧。就这种全心全意的投入，结果失败很彻底的恋爱，在全国范围内每天要上演成千上万起啊，在你身边就有。喝点我们这个精酿啤酒，跟大家交流，发现哦，真心原来总是错付，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全心全意，原来失败的彻底的人这么多。那么让我们一起去开心，一起去开始全新的恋情吧。好吧，冲！你先从这个你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你就可以开始全新的恋爱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经历过的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好喝的，我们这个啤酒是劲儿比较大，但是不会给你喝废了，就别喝烈酒。就聊这种事儿的时候，一喝烈酒就完了。你聊这种伤感的时候，一喝烈酒，那大家就是哭成一片，就东倒西歪，第二天起来就不想回忆，很痛苦。喝点啤酒还能维持体面，稍微流一点伤心的泪。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下一句是什么？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最近有一个问题很困扰，和男朋友认识不到半年，男朋友毕业之后准备去青岛，然后让我也去，因为不想异地。我正好是离职状态，就准备去。朋友提醒我别被骗了，因为他俩没见过，也能理解。而且我也没有提前告诉家里人我要跟他一起，但是我去过他家，见过他家里人。虽然我是相信他的，自己也会注意安全，但也有点纠结，万一自己做错决定怎么办？听过一些蛋总对网友的解答都很受教，所以想听下意见。这很简单呀，去见一下家里人啊！你都见过他家里人了，也该他见你家里人了呀。见一下家里人，听你爸妈的。番茄好吃的，特别好吃，对。见一下啊，见一下，你都见过他家里人了，理应啊，咱们别说别的，这个就是很正常吧？你都见过他家长了，也该他见你家长了，这很正常吧？见完之后，后面的事儿就都顺利了。咖啡豆怎么样？非常香。咖啡豆这个提神效果呢，喝着还不解恨，边喝边摇，非常香，非常提神啊！你也可以要求他磨成粉给你发过去，直接发过来就是豆。这都是我们的老明星产品。番茄多大看一下，我给你看白看，因为这个番茄大小不一，它这个种植过程中没有太多干预，所以它不规则，有的大有的小啊，而且我这个还贼生，看着你可能都不想买了，有这么大的，也有这么大的啊。我的这个色儿呢，是因为我要求它给我生一点，我爱吃生一点的，上面这层水是因为我从冰箱里拿出来，冰着比较好吃。你呢可以要求它给你发红一点的。这是橘子，这是番茄，它比较偏生啊，不推荐。我爱吃偏生的。好吧，刚那道题很简单，一定要就是见一下家长。你要做出这么重大，也算是比较重大的决定，见一下家长。还有1分钟发券。
对，你让它发生一点，你不是可以放的久一点吗？因为它一箱还挺大的，怕你吃不完。我是独居，对吧？我一个人，我经常吃不完。我吃不完，我就让它生一点，我就放，慢慢它变红了，我还可以接着吃。多弄点吃的行吗？今天有个新的吃的，很清新的这个毛豆脆片，清新的苏打饼干的感觉，可以感受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难得的一个新品，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小卖部上新也很不容易的，很少上新的，这还真挺好吃，清新。平时我们都是吃肉，哎，嘚瑟的有点热。我鼻子应该还差一个疗程，我最近酒局有点多，我其实早就应该去再照一下了，我没去。我等把最近的这个朋友生日啊什么都弄完了，我再去照一下就好了。感谢关心。感谢关心，感谢关心。鼻子咋了？就是有点发红，遗传。我妈妈这就发红，我这也发红，然后我又喝酒，就可能有点酒糟鼻吧。咱们再往下走走。蛋总你好，我来了，我来说出我的故事。哎呦我天，有不妙的感觉，感觉很沉重啊。关乎是否离职迫在眉睫啊，那还好应该。事起年初，我天，这遣词造句这么文雅吗？事起年初，我新入职一家外地公司，编制一人，base 本地，无固定办公点。入职后，领导过来一起拜访客户，去了才知道对面负责市场部的正是在下初恋。我低估问题的严重性了，我低估问题。我从他这个遣词造句啊，我从他这个什么事起年初的时候，我就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职场题，我判断错了，这还是个爱情题。正是在下初恋，四目相对那刻，我原地炸裂，五雷轰顶。3年前分手时，所有的不欢加狗血都涌现出来 ，TVB 都不敢这么拍。为了这狗屁拜访，我化了妆，还洗了头。他目前已有家庭，也许还不错，我没细问。哎呀，这怎么现在职场这爱情题伪装成职场题呢？这弄我一个措手不及。这我和初恋是高中同学，关系挺好。那时候他老帮我写迟到检讨，久而久之谈上了，挺过大学4年风雨。毕业后因一些不可逆的原因，我们大吵大闹，分手告终。在感情中我付出很多，分手后还 gap 了大半年，自我调整，与他断了一切联系，感情上也一直空白。如今我所有工作都要与他直接对接。还是职场题，朋友们，这高难度了，又回到职场题了。如今我所有工作都要与他直接对接，每周一还要参加他们公司的例会，且长时间待在一块儿。最近还发现初恋在工作上手段阴险，哎呀，目前正值我转正关键时刻，感觉领导已经对我有不满。蛋总，我该咋办呢？我想离职算了，没法共处。就在此时，写着投稿，该说不说，又要到周一例会的时间了，噩梦又开始了。这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的。
陷阱题，做表，还有人记得做表，那个会做表男朋友，对。欢迎各位新朋旧友啊！这题挺简单的啊，非常简单，跟领导坦白就行了，直接去跟领导谈。找工作跟领导谈，要辞职之前也跟领导谈。你可以以离职的方式去谈，说领导，我想谈一下离职，我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你领导留下来跟你说，是吧？就在这个离职的这种谈话氛围内，就这么谈，明白吧？说为啥要离职啊？说我受不了每周一去开那个例会，怎么了呀？那不这么不专业？不是，那个男的是我初恋，那个男的，跟他谈了4年，他怎么了。你领导但凡是个正常人，也就留下了，就不用你离职了。但如果你领导这么不正常，说，哎，怎么了？说你初恋怎么你就不能克服一下？你也该走，你也不用在这个公司浪费太多时间，去跟他谈一下就好了。虽然你这个故事起承转合特别的精彩，但是答案不是很难啊。欢迎各位朋友，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评论区啊，都全靠这个我的那叫什么呢？全靠我的老客人们推荐啊。你就问他们说什么东西好不好吃，怎么回事，问他们，我就接着念信了。李诞你好，我今年25岁，从今晚8根后开始关注你，我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但是没有什么好的去处。从去年9月份开始到现在一直在找工作，从大连跑到海南都失败了，嘴上说着是失败，但心里就难受，有时候得调整1个星期。现在心态已经好多了，因为失败太多次了，可能心已经死了。现在我的状态感觉很停滞，每天干什么效率都挺低，晃晃悠悠一天就过去了，什么都没咋干，没什么心气。周围人都跟我说不要着急，我现在是不着急了，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自己的专业天坑没什么对口，让我考公呢，我试过了，哎呀，反正就是没过。这种感觉让我感觉自己很像范进，不喜欢，很迷茫。我应该怎样走出人生这种停滞？你没停滞呀？你怎么停滞了？你不是一直在找工作吗？好的，火速下单翠翠，牛翠翠啊，确实。不知道买啥就买它，本小卖部明星产品，没有人能逃脱这个东西。大片牛肉原切都好吃啊！第一次买推荐买原味的，不过你可以买3罐嘛，买3罐就各种口味都尝尝，更划算一点。毛豆玉米好吃还是牛脆脆好吃？你这不是，你咋不问我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呢？你怎么给我出这种题啊？风味不同啊，风味不同，它不是一个玩意儿啊。还有这样考我的？都好吃啊，这不是一个东西，这有啥好比的呀？好吃啊，这玩意儿。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招牌是这个，这个是老朋友了。这个毛豆脆片是新来的，新来的新朋友。这个是老朋友。这我们前天播卖了快2000罐了。这个刚刚这个朋友的题，哎呀，就是不能停呀，不能停啊！我觉得你现在再挺一口气，你就过去了。
朋友，无论你是要找工作还是考公考编，你现在可能就差一口气了，你现在停了就过不去了，必须先过去，挺住啊，挺住，没办法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必须硬挺过去，不挺过去就再也过不去了，真的，必须先过去。你这种问题我只能这样回答，必须挺过去。你现在放弃了就后面就会更难，难度后面就是陡然上升。现在无论有多难，都是你人生中最不难的时候。你现在因为这个难觉得太难了，放弃了，后面只会比现在更难。挺住啊！有一个老朋友来信了，给大家念一下前情提要啊。一个18岁的高考复读生，还有24天就高考，然后特别逃避，特别厌学，哎呀，就觉得生活在恐怖电影里。我觉得我的生活是恐怖电影，我还觉得自己是那个恐怖电影的配角。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我记得我当时还跟他说了半天，因为我也是高考复读生，我就跟这个小朋友讲了半天，我就说你不要那什么，就人生还是很美好的，对吧？还很多朋友记得啊，就你看我嘛，我就让他看我，是不是？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挺好的？我当年也是高考复读生，后来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当时也每天都特别想死，对吧？我跟他说了半天，他现在来新信了，给大家念一下他的新的信啊。李诞哥哥你好，高考结束了，没有想象中的兴奋，很平静。回想过去，省略5000字。我很感谢，在我考前迷茫的时候，您给我的鼓励与帮助，真的很感激，为我后续的复习状态有个很大的改善。再次感谢你，面带微笑，给你一个拥抱。我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法聚众共情，又有新问题了。就好比毕业典礼上，老师同学轮流发言，大家都感动的要死，甚至有人流出眼泪。我在那样的场景下就很尴尬，甚至背后出冷汗。我特别理解你。哎呀，老师训我们全班人的时候，或者给我们打鸡血的时候，大家都情绪一起为了这个什么事儿达到一个巅峰，我就开始浑身难受，冒冷汗。我特别理解你，你不是一个人。我好像永远在出戏，我当然也认可那些感受应该真实存在，但是我就是觉得大家一起共情这种事儿有点羞耻。有一个更不恰当的比喻，仿佛大家一起脱光衣服抱着哭拥抱。我觉得我自己不太正常，但又不知道怎么解决，想问问您。最后我还想说，高考结束以后，我染了蓝绿渐变的头发，觉得非常开心，那种空气都变清晰的开心，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先给你鼓个掌啊！你这个基本上已经摆脱人生中最痛苦的阶段了，然后你还染个头发是吧？很开心是吧？替你高兴啊，真的很替你高兴。蓝绿渐变的头发，哎呀，小朋友还设计了一下是吧？很可爱。你看你还染这种头发，我从刻板印象推断你呢。你又讨厌这些事儿吧？其实你是个独立思考能力比较强的人。独立思考能力强，好处远远大过坏处。坏处就是会出现你这种情况，说哎，怎么有点不合群呢？怎么人都哭我没哭呢？会这样。好处呢，就是大家不赚钱，怎么我在赚钱呢？怎么大家都痛苦我不痛苦呢？独立思考会有很多好处，慢慢你就体会到了。非常好啊，你没有任何错，你没有任何错。我高中的时候啊，别提了，我高中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跟我们全班同学，我都那个也不是至于全班吧，就跟我们当时的一个班里的一个人，差点就那个什么了，都有点翻脸急眼了。就整这死出，真情实感，再多人你都哭得出来。给你上这种手段是吧？
我们同学们，大家说好不好？我们一起冲，给你整这个打鸡血，饭店门口跳操，听懂掌声。就这些破玩意儿，共情不了是对的，就出冷汗是对的。这些破玩意儿遍布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你上学的时候有，你上班以后也有这些破玩意儿，离他们远远的。你没有任何问题啊，非常好。你这不已经摆脱了吗？上大学会好一些。上大学如果你还是特别怕这些呢，就不要加入任何学生会组织。我不知道现在大学学生会怎么样啊，反正我那会儿学生会组织经常爱整这个死出，离他们远点。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好好读书，然后呢，看书，交朋友啊！你别觉得就说，哎，我是不是这样就交不到朋友？不会的，你看我现在朋友多多，你也依然能交到很多好朋友。找那些跟你一样的，就是人不合群呢。我说的是不是有点大？这个词是不是有点大？你参考吧，就有一个词叫和而不群，和而不同，能听懂吗？这词是有点大，就是我们该能够交流，我们可不是说清高啊，我们独立思考可不是说就那种清高鄙视别人不理别人，不是这样的，就是依然我不喜欢你们那种哭哭啼啼的时候，但是平时该交朋友交朋友，该聊天聊天，不是说要就这样就不合群了，不至于啊。一个是这个层面，就是在大范围内也不会说跟大伙都聊不来，不至于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是要去找那个志同道合的人啊，找其他那个喜欢染蓝绿渐变色头发的朋友啊，找其他独立思考的朋友，爱读书的，爱聊天的朋友。哎，这个世界上人是很多的，总能找到你的群，总能合到你的那个群里去了。好吧，很简单哈。蛋总你好，最近分手了，对方很糟糕，出现了一些原则性问题，然后他也承认了，说有点本能的会说谎，应该是有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我理智上知道应该赶紧离开这个人，但我也有点分离焦虑。病友，大部分联系方式都删掉了，就剩一个短信，本来也是拉黑了，但是我会忍不住就想骂他，他还在疯狂挽回。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你对他的需求就是时不时的要骂他一句啊。你分离焦虑，你养个小狗小猫的不好吗？不有那种抚慰犬吗？也不用抚慰犬吗？你就养个宠物不好吗？有的那种小狗更分离焦虑，你找一个比你还分离焦虑的小狗，你养一条，你别可人霍霍了。你这大部分联系方式都删掉了，也拉黑了他，但是还是会忍不住的去骂他。你这也不是爱他呀，你这手机给留了一个小小发泄渠道，这是啥意思呀？别可人霍霍了，找个小动物养养，分离焦虑的话。是不是啊？找那种小狗，那种特别分离焦虑特别严重的小狗，你养一养，你觉得然后你每天不在家，它就在那啊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我是这样，好像不太好。 .
欢迎各位新朋旧友。上次刚买了牛肉干和奶片，好吃。什么？或者不好吃，下次再来。这个月考试，请祝我们过。你这话我都听不懂。好吃是不好吃啊？到底还是没吃上呢？是吗？到底好吃不好吃啊？就问我呢还？还没吃上呢啊！好吃啊 ！IPA 你都喝啥？我的贵阳好友吹普史密斯行将精酿啊，其实我 IPA 喝的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是今天比较推荐的，好喝啊，各种口味。精酿啤酒，它就是度数比较高，然后味道比较丰富，比较特别，然后各种口味，比那个平常那个工业啤酒呢，就是浓郁，味道丰富，然后上头也快。当然价格也贵，但是呢，你喝好几瓶工业啤酒，你不才能有点那种吗？这个基本上一罐差不多就微醺了，也看个人酒量啊，你酒量特别好，当我没说。带劲，对，带劲。每罐度数不一样啊。你像我手里这个5度，这5度就不低了，5度就挺来劲的。啤酒5度就不低了，这个就4.5度，不一样。蒸的胸口好吃 ，Trip Smith 特别好喝。哎，这来了一个喝过的，感谢。Trip Smith 在贵阳当地还是很出名的，开了很多年了，他们也是自己的酒厂。这个在国内精酿界也是非常响当当的牌子，很坚持，很有自己的品牌理念，很有自己的追求，做得也很好。我这好朋友，我在贵阳净吃他的喝他的，他开的那一些饭馆也特别好吃，我也特别爱吃。他就是不发内蒙，哎，不好意思，毯子单卖吗？毯子不单卖，毯子是赠品。怎么又来问毯子的了？这块毯子不卖哈，这块毯子是赠品。这个毯子这2天特别受欢迎。这个毯子是买这个葡萄酒就送。买这个雷司令夏日好伴侣雷司令白葡萄酒经典入门款雷司令，买1瓶100多，2瓶170多，很合算。1瓶2瓶都送毯子，就送刚那个毯子。咋个赠？买1瓶买2瓶都赠。哎，正在喝，好不好喝嘛？正在喝的朋友说一下，刚说正在喝的朋友，给他们说一说，买酒送毯子啊，好喝，哎，是吧？还可以的，雷司令真的不出错的，就是甜酒不出错的，10.5度，冰喝，没喝但披上了毯子。我是学生，能不能单送我？不要幽默我啊！不要幽默我。毯子背面就是背面，背面就是这个花纹是这个颜色的，正面是这样。精酿用的是国内原料吗？你这个问题太专业了。我给你念一下它原料哈：水、麦芽、啤酒花、酵母，就这点玩意儿应该就是国内的吧？这没必要去国外整吧？有可能去国外整点特别的啤酒花，有可能哈，可能国内没有那个特别的啤酒花。我没问过，还真没人关心过这个问题，我没关心过这个问题。反正挺好喝的，你说这玩意儿
国内国外这玩意儿会差别很大吗？不会差别很大吧？反正贼好喝，我觉得。你不是懂酒吗？我确实没有这么研究啊，就是没有研究到这个地步。我一喝觉得好喝就完事儿了。毛豆玉米啥口感？清新版的苏打小饼干。麦芽几乎都是国外的哦，是吗？我确实不懂啊，这我确实没有关心过。我可以给你问问，我现在就问问，好吧？来个专家了，那马上问问。敢哥，我在卖那个 Trip Smith 那个精酿，来了一些专家的朋友问我这些原料都是国内的吗？说麦芽一般啤酒都用的是国外的，你们用的是国内的吗？嘿嘿，回答一下。这个雷司令是他还特意做了半甜型的，就是没有那么甜。雷司令一般都偏甜，它没有那么甜。鲜奶脆片一包几个？不是这么少啊，这你看，显然我已经吃了一些了，它就是满，写没写几个，我也不知道几个，反正就是这么大一包装满的啊，这是我吃过的，装满的一包。我给你念念克重不就得了吗？168克，这玩意儿就是奶那种酥的那种。开袋即食。配料是全脂乳粉、生牛乳、蒙古黄油、乳味粉和食用葡萄糖。贼好吃，明星产品。毛豆玉米可以酿啤酒吗？我念信吧，我这个话题已经开始走向有点不对了，我有点不能每个都回复了，一回复就开始整我。这个我们这个小卖部好人多，坏人也不少啊。啊，我的好朋友哈尼牧场的老板回复了，阿蒙说这个是20到25个小袋小包一袋，看大小啊。一包里面是2片，20包到25包，贼好吃，就是你小时候偷吃奶粉的那个香味儿，贼好吃。你接着念信了啊，还有3分钟发券。好了，解答来了。刚刚那个啤酒的那个，我最后解答一下这个专业问题啊。麦芽用的是德国的，我们这个 Trip Smith 的原料麦芽用的是德国的，啤酒花用的是美国和欧洲的都有，里面的水跟水果用的都是贵州当地的。回答了哈，感谢专业的朋友也给我科普了，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喝我就喝了，我就没关心过。再说一遍啊，我们这个麦芽用的都是德国的，酒花就是用美国和欧洲的都有用啤酒花。完了，里面的水跟水果，它有水果口味的，我给你看一下有什么水果，比如说这个乌龙软糖这一款呢，里面这个水果会放那个西柚和柠檬，像这个西柚、柠檬我们都用的是贵州当地的。好吧，我们这个 Trip Smith 难不住啊，难不住我们敢哥，太帅了，把我的场子找回来了。我刚都给让人问尴尬了，我说啊，这玩意儿还有用国外的吗？人家说你不懂酒吗？我就赶紧求助你，你看一求助，咱显得又专业了。谢谢敢哥。这个原麦汁浓度，它每款不一样。这个原麦汁浓度，月球旅行者这个是12.5度。这个牌子，你只要认识敢哥这个人啊，就我刚刚发微信，你只要认识敢哥这个人，你就知道他是个多么矫情的人。他是个非常潇洒的大哥，但是他对他做的酒，他做的食物是多么的矫情。他有时候拿过一个牛肉串，我就吃一口，说好好吃啊。他拿过来一闻，说不能吃，这个不好，拿回去重新加工什么。他是个这样的人，酒一喝说这个不要再喝，这不行。他是个特别讲究的人，就是对他的吃的和喝的。
非常的，哎，就是这我也不知道他这种人怎么活下来的，就是特别的，就是哎，所以他做的这个酒和吃的我都是特别喜欢的。酒精度也不一啊，有的是5度，有的4.5度，我们是个组合装。券发券啊，马上30了，发券10:30发券，大家可以去买点我们这经典啤酒。对，专业上特别较真儿，我特别喜欢这个敢哥，跟他在贵阳一认识就变得，我很喜欢这样的人。我虽然说什么矫情，但我是很喜欢这样的人，就在自己的专业上较真儿的人，我是很欣赏。非常非常较真儿的人，他做的啤酒，你肯定是可以放心的。这啤酒在贵阳当地是老牌子了。你们去贵阳玩，我这友情推荐了。你们去贵阳玩，你们就搜他这个名字 Trip Smith， 他开了很多酒吧和饭馆，你就搜他这个品牌系列，你去吃一吃他那个牛肉粉，你吃一吃他那个生牛肉串，没谁了，没谁了。喝了他这啤酒，贼开心。耳朵上是挂耳啊。对，我给阿蒙还介绍过。对对对，阿蒙刚在下面打字，是介绍你那个餐饮巨鳄吗？对对对，是那个贵阳当地也是。我为啥还特别喜欢他？我就讲了吧，这也不算隐私，因为我觉得这是露脸的事儿，不是丢人的事儿。就是做这个酒的朋友，他的外号叫二杆，二杆杆就是杆子的杆，二杆。我们都叫他杆哥。做这个酒的这个杆哥，为啥他叫杆哥？他上学的时候，就他们那个贵阳再往下面，贵州当地那个年代很早以前特别乱，就学校里有混混，甚至有卖那个毒品的，甚至有这样的。他那个年代就腰里别2杆，我就不说了，可能直播的时候说这个东西不太好。他腰里就别2杆，那个什么东西呢？行侠仗义，驱赶这些外来的混混，这些搞不好的事的人，就不能说敏感词了哈。就是特别的，那个是一个行侠仗义的人。当然，我说的这都是，就是这都可能是20-30年前的事情了，可能都30年往上。这敢哥岁数也大了，这都特别古早的事情。你就当我吹牛就好了哈，我也别给人惹麻烦，你当我吹牛就行了。啤酒，好吧，我接着念信了哈。传说中的都是传说的故事，当故事听。接着读信啊，朋友们。蛋总，我今年29岁，恋爱经验很少，在业余兴趣班里碰到一个隔壁班的吉他老师，什么玩意儿？在业余兴趣班里碰到一个隔壁班的吉他老师，这啥玩意儿？在业余兴趣班还碰到了一个隔壁班的吉他老师，好，觉得他很可爱，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他增加交流互动，跟他说过一些话，微信也加了，但是就止步于此。我的课快上完了，有什么办法或技巧来增加交流吗？是不是问对人了？你看这种题都不用我，这种题都不用我答了。你看我这老客人，你看我们小卖部的老朋友们，这种题还用我答？全行家呀，买牛肝的，买番茄的，在干嘛的？啤酒没有了，精酿售罄了。我这一个小小故事给敢哥啤酒卖光了，又没备够是不是？酒没了，精酿卖光了。
问他在干嘛，送你好吃的番茄吃。哎，对吧？你这还我们小卖部这么长时间了，这点招还没学会吗？方法很多，但是我不能让小卖部的朋友瞧不起我，说，哎，怎么好像这些题我们都能答，不需要你答。给你们一个全新的解题思路。同样是一罐牛肉干，它不同的情景啊，用法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吉他班吗？不要买番茄了，牛肉干也只能买这一款超干风干牛肉干。知道我后面要说什么了吗？知道弹吉他有时候要用一个东西叫拨片吗？有一些聪明的同学已经抢答了，没有等我说完就说出来了。孩子，姐妹也别叫你孩子了，29岁了，姐妹，不学完了吗？快学完了吗？不是，最后一堂课，不光要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要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坐在台上，突然弹完第一首歌，拿牛弹琴，拿牛弹琴，对，比对牛弹琴还厉害。拨片一扔，都给掏出一盒这个我们这个原味儿，我还是喜欢原来的名字啊，超干风干牛肉干，超干条。吉他一抱，噔噔噔。为什么今天他不是学吉他的？他是学吉他的呀，我没读错呀，他学吉他的。在业余兴趣班里碰到隔壁班的吉他老师嘛，啊，他有可能不是学吉他的，没事儿，不会弹也一样啊。我先说会弹的情况啊，会弹吉他一弹，弹完这个是吧？节目效果已经拉满了。说我为什么今天要用一个牛肉干来弹吉他？因为在过去整整的我的上学期间，我一直觉得我在对牛弹琴。我心里的话，我有一些感情，对面那个牛一直没有懂。今天表演一个拿牛弹琴，希望他能懂。多功能超干风干牛肉干，适应各种恋爱场景，追求各种职业的这个男男女女啊。买点吧。猫不能吃啊，太咸了，贼干。好，还有一个情况说不会弹，不会弹更简单了呀。不会弹吗？不是，说是对面的兴趣班吗？你去报班呀！我的天哪，你不是在这个兴趣班，你可能不是学的吉他。好，你喜欢隔壁班。这堂课快上完的时候，这边要上完了，拿着这罐这个，走进他的教室，来到他的身边，捧起他的吉他，拨动他的琴弦，当啷啷啷。他说：“哎，你干什么？”他说：“啊。”然后你啊，你把这牛肉干含嘴里，天真无辜啊！现在啊，吉他不能用牛肉干弹吗？说吉他不可以用牛肉干弹吗？然后他说当然不能了。然后你说那应该用什么弹呢？啊，真不好意思，用牛肉干弹了你的吉他，这块牛肉干送给你，以后你能教我弹吉他吗？不就完事了吗？
不可以，不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不可以吗？别听他的，这智商可以告别吉他的。行吧，行吧，来点正常的，好吧？送酒吧，不会出错的。白月光就算了，有点贵重。你这也不认识？哎呀，我看认识，我再看一下，不是很熟吧？加了微信了，但是没说过话，止步于此了。哦，对，送点这个不是很贵的酒，送太贵的酒把人吓跑了。这一瓶才100出头，2瓶170多，你买2瓶。你这样说，你买这个酒，你送给他怎么样才能？你可以把我这段这个视频给他看啊，你这样就能不尴尬。你说啊，我其实是想要毯子。你说我那天看一个秃头在那儿直播呢，哎，我看这个毯子很可爱，完了，但是呢，我也不喝酒。你先说你不喝酒，你说我也不喝酒，但他只有买这个葡萄酒才送毯子。哎呀，你看我这买了2瓶葡萄酒，这很尴尬，我也不喝。我看你这弹吉他，感觉你们搞音乐的人应该是喜欢喝葡萄酒吧？也不知道好不好喝，你拿去喝嘛。行不行？你就说行不行？这话题不就开始了吗？对方如果说他也不喝，你就把毯子送他。我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榆木脑袋敲不醒。人女孩都说成这样了，这男的要死啊？这还听不懂？肯定听得懂吧？这还听不懂是喜欢他？毯子没看到，毯子在这儿呢，送毯子啊，买那葡萄酒送毯，这应该可以啊。这话题不就随便展开了吗？首先他就要问你这个秃头是谁，说什么玩意儿？咱们第一次微信聊天怎么这信息量这么大？什么秃头？什么葡萄酒？葡萄酒他就不知道了，说哎呀我这不能收，但是秃头是谁？什么毯子？什么玩意儿？牛肉干是啥？你说我没有听他那个买牛肉干，我买了酒。我收下个毯子，说这牛肉干是啥？我也没有听说牛肉干啊！啊，说那是我放弃的一个版本。说什么放弃的版本？你在说什么？说来话长，出来喝一杯吧。说你不是不喝酒吗？出来喝一杯啊！我喝咖啡，出来喝点咖啡。这话题不就徐徐展开了吗？这话题肯定拿下了，这么多信息量，他消化得了吗？他小小吉他老师拿下，下一个了。我这番茄都没上手，番茄也是能混进来的。算了，咱们下一个给后面的故事留点东西吧。蛋蛋喜欢你4、5年了，我现在24岁，现在在伦敦生活，3个月后呢，可能要去温哥华工作。我男朋友是英国人，工作原因没办法和我在一起，可能要面临分开要1、2年，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和他坦白一切之后按原计划去工作，还是留在这里，舍不得他，也觉得工作机会对我来说很重要。London 啊，English 嘛呢 ，English 这多忙。不知道啊，咱不认识英国人啊，也好像也认识。看电影感觉他们挺通情达理的，试试看吧。感觉看电影他们都给自己整的挺浪漫的，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浪漫，就靠你了，姐妹。姐妹，
你是这样，你肯定是要去工作的。这个题我都懒得回答你。你肯定，你24岁，你肯定是要去温哥华工作的啊。但是考验这帮英国人是不是在电影里撒谎的时候到了，就靠你了。等待你的好消息，我看看我这从小看的他们是不是骗我。你肯定是要去温哥华的，别的别想。你只有2种去温哥华的情况，一种是高高兴兴这人陪你去了，还有一种是高高兴兴他没陪你去。但你肯定要去啊！别琢磨啊，24岁的时候可不是说为了工作比较重要啊。24岁的时候，是吧？你要84，你说你84给我写这个信，说我那个3个月后要去温哥华，但是我男朋友在伦敦，我可能会推荐你选男朋友。24嘛，咱们先工作啊。哎呀，我的朋友们又开始邀我喝酒，这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哎呀，这叮当了，这干啥呀？我回拨电话啊！这是咋了？这是？哎呀，这是喝起来了吗？我直播呢，我的哥，你要不要打开你手机里有一个叫小红书的 APP？你看我一眼。我直播呢，我在小红书呢，我直播呢。嗨，哎，你们好，哎，你们玩啊？我天，这好几个，这我去也不能都去，这都谁呀？这周5的晚上到点了。哎呀，哎呀呀呀，这已经有喝多的了，这已经有喝多的了。对，对，阿蒙问我是不是那谁生日？对，不敢去他生日，他生日连续喝3天人废了，先这一天先躲一天吧。哎呀，还有我的朋友夸我说你认真说话的时候很动人，刷到你这些直播片段很感动。你别刷片段呢，我此时此刻就在直播。这你咋还刷片段呢？你这给我整挺感人，你还这关注片段，这不关注我直播，你这读前半段我都让你都给感动了。我还不知道几点呢，至少12点吧。咋了？啊！行，回复完事儿，我也得回点我的信是吧？真实的微信。欢迎大家各位新朋好友啊，新朋好友不对，这是什么玩意儿？新朋旧友，亲朋好友，对。欢迎各位啊，光给我的小卖部。接着念信了。好长啊，咱们念一封长信吧，咱们让这个已经很开心的夜晚达到全新的高潮，好不好？来一个长的。小卖部，大总好，这是一封关于爱情的信，不知道会不会被读到。我在1年半之前很认真的爱过一个人，有过一些纠缠，因为他的不真诚，女字旁的他啊。我也收到过兄弟的信，没收到过这么长的男孩写的信。因为他的不真诚，我受了伤，毅然决然的离开了。后面我们彼此再无交集，互相拉黑了所有方式，各自有了自己的伴侣和生活。我也不久之后出国留学，故事在这里本应戛然而止，但就是某一天，1、2个月之前，偶然的一天。这封信比较长啊，大家帮我卖卖东西。或许天气很好，
或许阳光很暖，我突然想起了他。后面这种感觉越来越深，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轻飘飘的、一直难以忘却的想念。但是我们所有的方式都已经删掉了。所以说啊，这个删联系方式的时候啊，手机号你还是留一下，以备这有一天突然天特别好，你说你这多尴尬，你这不整自己吗？哎，所有方式都删掉了啊！偶然看到他的一个视频，根据视频找到个配乐，找到个那个小众的歌手，他的1万多个粉丝列表是公开可见的。于是鬼使神差的翻了很久很久很久，看遍了整个列表，心里也空空的。不知道是没找到他还是错过了，看到了他的微信页面，地区从美国纽约改成了法属波利尼西亚，那里的塔希提真的很美，高更后期在那里待过，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的原型。于是把自己的很多封面换成了高更的油画，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那还有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难道能是因为你喜欢高更吗？这还能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兄弟了。你是男孩吗？这别是一个姐妹与姐妹的恋情啊！太细腻了，兄弟。知道这一切都没有结果，不知道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想到要和现在的爱人分手，因为我有时会想到别人，这对他太不公平。我俩太不公平。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挺相信命运的。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想起曾经的他，我甚至原谅了曾经的伤害。我需要怎么做呢？要和现在的爱人分开吗？要飞回国找曾经的人说个明白吗？还是这只是我自己的内心活动，他现在也有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于是我每天都在记录心情，希望这种感觉很快消散，但是没有，仍然很强烈。我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还要出国3、4年，后期可能还要去上海。我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什么结果。或许我应该怎么做呢？我真的好想念他，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吸引我。谢谢。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这个小卖部啊，这个说话难听的人有点太多了。就什么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哎呀，抽一根。哎，头晕，听着。抽得慌。我觉得相比起爱他呀，你更喜欢写作。我觉得你有可能爱的是写作。你这个症状啊，兄弟，我不知道你是男孩还是女孩了。现在我犹豫了，我现在管你叫兄妹吧，兄妹啊。你是爱写作。得，你说话更难听。我也爱写作，我像你这么大那会儿，我咔咔写作。我第一本书就是你这时候写的。你看，真是年纪差不多嘛，他还要出国留学3、4年，这会儿上大学嘛。我看啊，你看1年半之前认真爱过一个人，然后不久之后出国留学。你看我笑场，
我第一本书校场我就大一大二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啊，相比起爱谁啊，我确实更爱写作，我确实是爱写作。哎呀，还弹起来了，好尴尬，这公开处刑我。朋友兄妹，没事儿啊，回头想想，咱们可能感情全部散去，但是文字你看现在还留着呢，全留着呢，就是爱写作，很好理解。我那会儿就是爱写作，我那会儿也喜欢高更，我那会儿就没有朋友圈，我有朋友圈我也法属波利尼西亚，我也给他那高更什么都挂上，什么月亮六便士涨，天天的是吧？那会儿没有，我只能写作，我那没朋友圈，我写作了。你这会儿是可以给我写信，不然你也写作了。你是爱写作，我发现了，这跟你现在的爱人啊，曾经的爱人啊，法属的爱人啊，还是纽约的爱人啊，关系不大，都是素材。我今儿我抽根牛肉干，我跟你们就说实话了，啊，我今儿我抽根牛肉干呢，我也不装了，摊牌了。那会儿啊，就是喜欢写作，什么爱不爱情的，主要都是素材。好不好？你爱的不是爱情，你爱的不是那个人，你爱上的是爱情啊！你爱上的不是你的那个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前任，也不是现在有美好爱情的现任，你爱的是爱情本身。爱上爱情的本身的一个症状就是喜欢写作。抽根牛肉干跟你说点心里话啊。但是呢，回头来看，我其实很久以来都不敢翻开校场看，我就是很偶尔刷小红书，我都不知道为啥，就到今天，还是有一帮朋友在小红书上分享我在校场里写的东西，我隔三差五能翻出来，就那种书上拍的照片，还画线，还画着线的在那分享，我偶尔刷到，我在小红书上刷到，偶尔刷到。还是要说，写的还是可以。该说不说，一看说，突破了最开始的那种尴尬和脸红之后，仔细看一看说，年轻时候感情还是真挚，写的确实还可以。真的，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不出名，不是后来是吧？整的好像咋回事似的。我知道你们是咋想的，就很多没看过我的书的朋友，我知道你们咋想，因为我也是这样。我看到名人出书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名，觉得自己啥都能干了，还写书，是不是？所以呢，我也特别能理解，就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比较有名吧，导致大家都默认我这个出书就是因为有名在出书。不是啊，虽然写的没那么好，但是写的绝对比这种刻板印象理解的那种程度要好得多，大家可以看看。哎呀，欢迎喵喵，又来了，跟我招手。哎呀，就不要在这里摘抄我的语录了，这就很尴尬了，这不是当面骂人吗？
来，咱们11点发破券啊！咱们冲淡一下现在这个直播间给奇怪的氛围。怎么有一帮人在上面摘钞了？不要搞摘钞，快那个发破券，咱们好好卖货，卖牛肉干啥的，不要整我，不要搞我呀，朋友们！不要搞我啊！节日粘性。哎，我朋友，太多，我进你直播间了，太多人打字了，我每次打字都看不见，被覆盖了。好好睡觉。这个牛肉干费牙，这牛肉干费牙。那个版画我收到了，你也可以找李泽他们，他们好像正在起飞的路上。不费牙的推荐一下，不费牙的整这个明星产品，这个前天卖了快2000罐，不开玩笑啊，明星产品。这个干的呢，确实他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受不了，牙口不行。那这个我还真是，这真是个零差评产品。瞧瞧，你就直接整个3罐，各种口味，它就是大片的牛肉片，你看这纹理，切成薄片，风干烤干，肥香，它是脆的，贼好咬。牛肉非常好咬，完全不存在牙口的问题。明星产品啊！哎呀，从道佛开始喜欢你，感谢！天哪，你不说我都忘了我写过这个小说了。年纪大了，很多以前写的东西都不记得。买了3罐，娃很喜欢吃，是我身边也都说小朋友特别爱吃，让他悠着点啊。虽然好吃，但还是有点咸的。小朋友嘛，就别让他吃那么咸。你好吃归好吃，别让他一直吃啊，多喝点水。念线，马上就开始念线。笑死，把自己逗到了。上海哪家羊肉好吃？上海你在上海你就买我的羊肉吃吧，你就直接买这个我们这里这个买巴尔，你搜买巴尔羊肉，回家自己煮着吃。我今天就吃的那个羊肉，你就别出去吃了，自己煮着吃贼香。Hello， 蛋总的直播很好玩啊，在直播间只凑热闹了，没有打赏，画幅小画送给你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挡一下这个人的 ID 吧，还是，好有才啊！这我们小卖部这么藏龙卧虎吗？谢谢啊，好厉害！接着念线啊，请教蛋总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脑袋想破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结婚了，我表姐和我表弟刚生，我表姐和我表弟刚生了孩子。
哦，各自生了，一个生一个那种。哦哦哦，对，关键他后面这个问题，仿佛他刚才没有说这么吓人的话一样。他后面的问题直接就是我要给他们红包吗？我说你这不是生表姐表弟生孩子这事就一笔带过了，直接就说我要给他们红包吗？好，应该是各自生了。我妈妈一直和我说，给红包是最基本的礼貌，也是基本的人情世故。我不懂为什么我要给他们钱，以及我该不该给钱。不给就说明我不懂事，也意味着我不想和他们来往吗？脑袋想破了，都纠结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求解惑。哎，这不太简单了吗？你这不都结婚了吗？你结婚的时候，你这个表姐表弟给你钱没？给多少？他说他现在结婚了。你结婚的时候，你表姐表弟给你钱没？给了多少？他给你多少你就给他多少，就不要考虑通货膨胀和利率了啊！人家给了你多少你就给人家多少，不就完事了吗？啊，这不是很简单吗？很难吗？这还想破脑袋？这有啥好想破脑袋的？那人家没给你，你肯定就不用给他们呀。那人家给你了，你收没收嘛？你别你收的时候说收了，现在说不懂人情世故了。你收没收嘛？你收你给，对吧？这不很简单吗？这不行啊，这问题。蛋总看书总是很浮躁，觉得书很好看也很有意义，但总是没办法一次读完。一本很薄的书也要看很久，啊，这不是个问题了。没有说读书一定快就好，有的人一辈子也就读那么几本书，来来回回读，这不是个问题。还是来个爱情题吧，刚那个爱情题笑死我。这封也不短，这封信也挺长。哎呀，我看看今天的明星产品是啥。哎呦，今天的明星产品是《事实》这本书啊，卖了200多本。看来大家还是对逻辑有自己的需求的。还是把牛翠翠放在这儿吧，明星产品放一下。哎，接着念。大老师，我和男朋友在一起3年，男朋友这半年没上班，在家，我俩一起创业。我的问题是从我的视角，我觉得他每天都在玩手机。我喊他干一个小事儿啊，可能都要喊好几次才干，我就有点烦，就会说他为什么每次让你干事儿都不能痛痛快快的。从他的视角呢，他嫌我烦，嫌我否定他。其实他做的好的时候，我也很夸他的。今天出现了3个事情，都是经过拉扯后他才干，然后刚才又吵起来了。他发了这些文字，哎呀，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告诉你吧，你说我没让你痛快，没让你高兴，让你日常烦啊，我这样没有价值什么的。我告诉你吧，我也是认识你之后才变成我以前特别讨厌的模样。我以前都不喜欢跟人吵架的，认识你之后天天跟你吵架，我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不喜欢天天每天都是吃喝拉撒，天天除了这个之外没别的。我不喜欢这种生活，但是认识你之后我就变成这样，你能明白吗？我不想跟你说话，非跟我扯这些干啥？我也跟你扯扯。大老师，你觉得该怎么办呢？买一罐这个，回去以后呢，你再喊他，他不玩手机呢吗？说，哎，你过来，来，你过来，我给你个东西，你过来，你过来。说，你看这是什么？说这是什么？他肯定没见过，是吧？他不看我小卖部，他很难认识这个东西。说，你看这是什么？他说不知道。这个是牛肉啊，很薄的牛肉脆片。你看，你看啊，你注意看，你看这个牛肉脆片怎么样啊？说分开了，对，你一半我一半，分开了。
吃牛脆脆，分得干脆，好吗？好不好？分手给他再吃点好吃的，以后他也吃不上了。你留着过年，姐们儿，这干啥呢？这留着过年呢？哎，听了都头晕。哎，这样吧，咱们还是秉持着我们小卖部一贯这个原则啊，我们不攻击别人，确实未知全貌，咱也不知道这只听了一半的版本，咱也不知道这个男孩到底啥情况。我还是在这个使用牛脆脆吃牛脆脆分得干脆之前呢，给你一个小方法，你这个方法试完了之后还不行再分手，好吧？你俩不是一起创业吗？在家吗？不是，然后因为发生的事不都是玩手机，你让他干这个干那个，是吧？他嫌你烦什么的，是吧？不就这点事儿吗？雇个阿姨，花点钱，好吧？要么就直接分手了，先分手之前先花点钱雇个阿姨，雇一个在住家阿姨，你俩使唤一下阿姨试试，感受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姐们儿的活特别多，是吧？特别繁重，每天要刷墙什么的，咱也不知道，是吧？他这个信也没说他让这个男的干的都是啥活，也有可能说你起来把墙刷一下，男的说啊，也有可能是吧？谁知道呢？虽然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吧？先雇个阿姨试试看吧，如果阿姨还是不能拯救你们，那就废了啊。雇个王妈，还挺有文化，这帮坏蛋还挺有文化，还雇个王妈，你咋不让他擦个窗户去呢？净给我整这种这个话题，给我往歪了引。我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就因为点家务活闹别扭吗？你们就找个干家务活的试试看，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就是家务活的事儿，但也有可能是俩人心理上的别扭，是吧？不能共同承担这个生活责任的问题，你俩就再谈谈，然后实在最后就采用这个牛脆脆分得干脆大法啊。我确实不知全貌，我就读你这么短短的信，我真不知道你俩咋相处的。他人吧，都有点那个什么的，尤其年轻的话，都有点嫌烦的，在那一躺说，哎，你把那个什么那一下，他是个人就会有点烦的。这个是要沟通的，你俩这话说的很决绝，直接就奔分手去了。先雇个阿姨试试。最后不行再分手啊！挂点咖啡喝一点。为什么我都20岁了，还是觉得谈恋爱对我来说没有很重要？孩子，20岁这个孩子，有一个书呢叫《纯粹理性批判》，作者呢叫康德，是一个那样的特别那什么的哲学家。他说过很多名言，比如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什么要仰望星空，还有心中的道德律令啊。康德一辈子没谈恋爱，好吧？哎，下一个吧。
这不是很重要，20岁不觉得谈恋爱很重要，没啥。我知道很多了不起的人一辈子都没谈恋爱。你们好，暗恋上男同事了，哎呦，认真起来了啊！暗恋上男同事了，同事个子高，工作努力，主动，衣品还可以，但是长得一般。你是不是要点我呢？还是我又敏感了？个子高，工作努力，很主动，衣品还可以，但是长得一般。是我敏感了吗？我今天已经被点一回了，这是不是点我呢？你长得不一般，长得不一般是好话吗？长得不一般，怎么感觉还不如一般呢？我也知道他性格有很多问题，幼稚、情绪化。有时候没有礼貌，但还是我一见他就特高兴，莫名的开心，很喜欢他，怎么办啊？这就是传说中的生理性喜欢吗？幼稚，我不知道你是这种宠溺的，因为你已经喜欢他了，你知道吗？因为你已经喜欢他了，所以你说他幼稚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你是说的那种真的有点讨人厌的幼稚，还是挺可爱的幼稚。默默老师很经典，这是小红书的默默老师来稿的事。我不知道啊，我给你的答案就是，如果你是喜欢他的那种有点宠溺的时候，有点幼稚，那这不是个问题。追，勇敢，在干嘛？一套方法我就不教了啊，番茄牛肉干咔咔上追。但如果他是真的有点讨厌厌那种幼稚，你同事什么也说这人怎么那么情绪化幼稚，那就算了啊，那就别，那就算了啊。但我觉得不会吧？你在职场认识的男同事，工作努力，他能多情绪化呀？一个同事他能多情绪化？他在职场里能多情绪化呀？他能让你看见？应该不会太情绪化，是吧？所以呢，已经很喜欢了嘛，这不生理性喜欢了吗？不都，先上吧，先把牛肉干吃起来，番茄吃起来，先再干嘛？先冲是吧？先上呀，别后悔啊，先追求一下啊。喜欢一天是一天，对呀。大家，哎呦，3000多朋友，那个投稿的话，给我们这个电台投稿私信啊，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欢迎大家投稿，就是刚刚这种各种问题、各种趣事儿都可以投稿，我们在这里读信，跟大家好玩、开心、快乐。怎么这么像我老公？你这同事结婚了吗？这怎么还挺紧张的？给一个挺代入感，挺脆脆好吃啊！就前天这个是卖了1000多罐，快2000罐。推荐原味儿。真心想分手以后提了分手，什么？真心想分手后单方面提了分手，对方不同意，这算分手结束了吗？
怎么才算双方的感情结束？请问您的想法是怎样的？对方不同意，对方不同意。不同意分手还能不同意啊？不同意能咋的？不同意能咋的？刚刚那前面那些朋友是不是又拉黑又删除所有联系方式？这些说给谁听的？学习一下啊！分手就是一个通知的事啊。咱们最后一道爱情题吧，这是道集思广益的，需要这个我们小卖部的全体同仁打起精神来一起回答一下啊。我来聊一个现实的感情的问题。80后女中年，空窗几年，家里也不催婚，也没有结婚计划，但还是想谈谈恋爱。可是人到中年，人际圈子越来越小，一年到头新认识不到几个人，就没有能看对眼的。今年试着和2-3个异性吃饭接触一下，但都是仅仅是一顿饭。再之后想到再去认识新的人，就会有些退堂鼓，潜意识觉得去了也白去。想知道30到40的单身女性，大家都是怎么谈上恋爱的？顺便一提，我是那种没有办法从朋友发展成恋人的类型，来电就做不了朋友，做得了朋友都不来电。最后一道爱情题了哈，这题很现实，我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我也学习学习。咱们先把这个 ins 乐园的小弹窗弹起来吧，好不好？姐妹，可以去这个地方试试看，可以去这个地方碰碰运气。你看，大家也都是说增加社交活动，是吧？剧本杀啥的，软件，多认识认识人，网恋，出国读书，这真的是个很难的题啊，非常难，非常难。但如果你真的想了，也没那么难。因为我那天刷那个短视频，我还看着一个姐姐60多岁的大姐，嘎嘎谈恋爱，贼好看，那大姐特别帅，就给人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然后说正在跟一个小伙子谈恋爱呢，关键是你得对，就还是挺想谈的，还挺愿意花心思的。就心里我看那个大姐就是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事儿有什么需要考虑的，一点也没觉得这事需要说哎呀，他就一点都没有说哎呀吃了一顿饭怎么样，哎下次怎么没有，就觉得啊不应该吗？人不应该一辈子都能谈恋爱吗？我觉得这个心态可以学习一下。你说具体方法吧，什么去 ins 喝杯酒啊，去玩个剧本杀呀，徒步呀，爬山呀，加入各种社团，方法你都会，你都30-40岁了，你能不会吗？你关键是心态。我觉得那个大姐给我的感觉就是心态，她就没有一刻怀疑过，就是她的心态就是人不就是应该每天都可以谈恋爱吗？她就是那种感觉。那她果然就是在谈恋爱，能有多难呢？那方法都很多了。我看你这个字里行间也是心态，也是对吧？有点害怕，一会儿觉得吃顿饭不想吃了，下顿饭觉得浪费时间了。没有，人家心态就是我就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我想谈恋爱就谈恋爱了，想吃饭吃饭，想喝酒喝酒，人家就过得很好，结果就好了。
你反而觉得想谈恋爱是个事儿了，哎呀，又觉得这个人不能见了，朋友来电不能做朋友了，做得了朋友不来电了，吃饭仅仅一顿饭了，你咔咔往这边想啊，就有点难了。就是你把它当成个事儿了，人家就特自然。我看那就是，哎，我今天就是出去，哎，我就碰到一个帅小伙，他心里就没有一刻觉得合不合适什么没有，他想谈恋爱就谈恋爱，啊，那最后就谈恋爱了。耳朵上是啥？耳朵上是挂耳咖啡，5种口味，1周5天不重样。对，欢迎品尝。好吧，这是个心态问题啊，不是方法问题。没啥怎么办的，怎么办你都会，心态调整的过来。接着念点职场题哈。但我是个设计师，做的是比较小众的创意视频设计，还有4分钟发券，需要很有创意。我发现我自己是一个很难从无到有的人，其实就是没啥创意，但我很擅长把1、3、2、4、7、5、6、8、9用最短时间变成1、2、3、4、5、6、7、8、9。就是我的思维方式很快能把零散元素整理成一套比较有结构的框架，我应该怎么能偏到自己擅长的路上？朋友，你这种人叫什么呢？这种人叫执行力超强。你这种人是创意行业最缺的人，创意行业最不缺的就是有创意的人，创意行业最缺的是有执行力的人。所以你可能要学会团队协作。你就别你尽量往大团队里去钻。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还在这个设计行业，在创意行业，你往大的团队里钻，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团队最受欢迎的人，所有那帮眼高手低的都来找你，最缺的就是你。有创意的人根本不缺，最缺就是你啊！去大团队里，别单干，你不适合单打独斗，你得跟团队协作。我刚看到他好像说他辞职在做那个什么自由职业，不适合你啊，你不适合单打独斗。还有2分钟发券啊，朋友们。哇，好长啊！哦，这是刚念过的。哎，这个也念过。但我一直在老家生活，家属家人都在老家，有些纠结了。现在有一份很有发展，我很喜欢的工作在异地，想留在这个城市学习当健身教练，有2年的计划，再回老家开一个这个连锁的健身馆。这2年我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哦，这个问题很具体，而且他都已经决心要留在这个新的城市学习了。这2年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可能是你不想回去了。sorry， 这可能是最大的困难。对不起啊。最大困难应该除了这个困难都不叫困难，你可能有各种困难，什么累呀、辛苦啊，家人不在身边的那种，没人关心呐，在这个城市里被这个，你不是要学习吗？健身教练可能在团队里被人欺负呀，人生地不熟啊，这些困难都不叫困难，就是困难，这是正常困难。最大的困难是突然2年以后，你说好顺利啊！就前面刚我说那些困难都没发生，一切都很顺利。哎，我没遇到困难，我不想回去了，我不想回去开了，我在这儿开一个不好吗？我在这儿干的很好。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好吧？期待你遇到的是这种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呢，虽然是很大的困难，但也是个很幸福的困难，对吧？你大不了就把大家都接过来嘛。哎，发券了，朋友们，发券了，不知道买什么的朋友可以，什么呢？今天是什么比较那什么呢？我看看，哎呦，今天还是这个葡萄酒，雷司令还是卖的比较好啊，牛脆脆也可以，还是这几个老演员卖的比较好。哦，我们牛胸口也卖掉一半了，牛胸口还剩150单，今天300单卖了一半了。牛胸口也很好吃啊，牛胸口大家试着蒸着吃，我这今天试个蒸着吃，贼香，给你们看一眼。来晚的朋友们，我今天是蒸着吃的，不是每次那么空气炸锅了，蒸着吃它水分保留足呢，口感比较好。这个还有150单啊，贼香，大家可以整点这个，回去蒸个15分钟就可以了。不，我没用空气炸锅，我以前都用空气炸锅，我今天是用蒸的。其实你回去切一切，跟别的菜炒一炒，炒菜也是可以的。我据说这个炒菜，我的朋友炒菜的时候也可以，微波炉也可以。不会蒸吗？我都会，就是蒸啊。它本来也是熟的，所以没那么难啊。只要能弄热了就能吃啊。炒辣椒，对。对，我都会。我吃那个羊肉有吗？有啊，我吃那个羊肉也是我们老演员了，在这里卖了很久了。买巴尔的羊肉，接着读信了哈。这个牛肉蒸是完全不难嚼的啊。蛋总，番茄很好吃，看看我。我有一个职场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但成为了大领导的嫡系员工，应该怎么应对？完全没有关系和背景，但因为专业方向不算很普遍，算是领导特地招聘过来的。工作内容和其他人都不太一样，偶尔会获得一些领导给的额外奖金。有一些同事甚至主管甚至会特地在大领导面前夸我，但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受重视，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些事情。他的真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不擅长处理职场关系的人，然后因为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一些本来他不应该，他没有预想会去面对的职场关系，他现在有点不会处理这种关系了啊，是这么个问题。很简单，把你那个本来就是做，为什么你是为什么来的？你是为什么来的呢？因为你那个活做得好是吧？把你那个活接着做好。然后，我现在要教你这个，我要教你这个吗？这也没啥啊，这不算是一个特别狗腿子的事儿哈，没有那个什么的。我觉得这应该也算是比较真诚的说法。首先，把你这个获得你这个大领导重视的这个本职工作干好。第二，无论是你大领导过来跟你说，还是这些其他什么同事、主管过来在夸你，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诚惶诚恐，感谢谁谁谁，就你这个大领导吧，感谢谁谁谁的什么，他也没培养你，不能用培养，青睐吧，可以用青睐哈，提携也行，就是说着有点膈应人啊，这种话是吧？说感谢大领导提携，他这个对你是个保护啊，就是感谢认可吧，感谢赏识，感谢信任，感谢信任最好，对吧？感谢信任，这个咱们其实我的意思是真诚的说呢，咱们真诚的说呢，是不是挺感谢的？我反正会感谢的，就你本来你看你都没想到你会突然被提拔的这么快，哎呀，然后还给你额外奖金，这是咱们有感恩的心，是应该感恩的，所以你就把这句话要一直说出来，说感谢我们谁谁谁哪个领导的信任认可，就每次都说这句话。第一呢，这是真诚的哈，我相信你也是感谢的啊。
第二呢，这是个保护，因为其他人老来夸你未必有好心啊，有些人未必安好心，但是你就反复强调这句话，你能保护你自己的。然后别的就别说了，然后就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好就行了，也不用跟他们处关系，就离大家都远一点，好好把活干好。你们喝上了吗？你们喝上了，我也可以过来一趟。哎，哇，好长，这什么？这是哪个故事？前情提要。哦，朋友们，是这个人，你们还记得吗？你们还记得这个人？我给你们念一下这个人啊，就是他在韩国的时候。他上了一个那个哲学的入门公共课，完了，她跟她男朋友认识，发现她这个男朋友呢是他们学校哲学系毕业的，哎呀，还是她教授博士期间的一起经常喝酒的酒友。完了，他俩第一次见面是期中考试，完了补习一整天啊，什么几次之后就在一起了，现在谈了1年多。哎，就是最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跟这个韩国人聊天的时候，动不动这个男的就从哲学角度跟他辩论，他又非母语，他是韩国留学生嘛，他辩论就很吃亏，结果就经常显得他思想很浅薄，问我怎么解决我这个问题。我上次告诉他让那个男的学汉语，我记得我是让那个男的学汉语来着，然后他现在回信了，回了一封长信。来吧，超级长，贼长，巨长，所以各位朋友帮我那个自动运转一下啊，售卖一下，我来听听，我来念念后续是怎么回事。李大晚上好，我又来了。先说明一下，韩国留子转运了半个月，终于吃到了奶片我以为你转运了，你的断句啊，他转运了半个月，吃到了我这个奶片很好吃，分给男朋友1包多，他也挺喜欢。你能不能多卖一些非肉蛋奶生鲜的吃的，多给刘子一个转运的机会？好，谢谢。哎呀，这小朋友不错呀，上来先给我打个广告。好的，接着往下念念啊。最近还是会跟男朋友聊有的没的，很抽象的话题。你说让他学中文的法子不管用，但是呢，我明确跟他讲了，我非母语吵不过他，让他不要太嚣张。他最近收敛不少。这次我想跟你聊聊我的中国人同期。我现在是硕士第1学期，我这个奇葩同期啊，从面试开始就让人怀疑教授到底为什么会录取他。韩语很差，教授问很简单的问题都听不懂，语速很慢，问2遍他还是答非所问，还说自己过得很压抑，得过抑郁症。录取结果出来之后，我在小红书刷到他分享自己拿到 offer 的帖子，想着再怎么样也是同学，以后避不开要接触，还主动私信他加个联系方式，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开学之前，大博士组织我们新生硕士博士一起学习英文原文的这个专业书，应该是他负责的部分，他说自己本科是其他专业，完成不了，最后他部分被随机分给了我和另一个韩国人，结果那个韩国人直接在群里开麦，说不是该人家负责的部分，人家不愿意搞得很尴尬。而且我认真怀疑他有语言认知障碍，就像听不懂人说话一样。同样的问题，他问我之后再去问其他同期，还要问大博士，大家都很耐心回答他之后，他还要去问教授，还都是一些很直白的问题。教授会反问大博士为什么不回答他的问题，不照顾他，大博士再来问我，最后还是我承受了这一切。总之还没开学就搞得臭名远扬，大博士直接在我面前阴阳，中国留子很多都是这样，我很无语，但是无力反驳。开学之后他更离谱了，上课在后排开外放看视频，作业不交，期中考试交白卷，教授时不时就会托人过来问我最近怎么样，他怎么了，交代我要多照顾他。最开始我以为他是00后，想着吧，小孩嘛，包容一下，结果他是95年的，比我还大。
而且我也是新生，凭什么让我照顾他？我感觉教授也是嫌他烦，不想管他才会甩给我。上次教授请我和另一个韩国同期吃饭，了解近况都没叫他，但是问了几个韩国前辈都说我不能直接在教授面前表现出我不愿意管他，这会让教授反过来觉得我对同期不友好是我的问题。我也不敢直接跟他撕破脸。他说他最近还在看精神科，我怕我哪句话说错了，让他病情加重，再赖到我身上。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别说吃番茄，我买不了你番茄，韩国的番茄很贵，我不愿意请他吃番茄。你看这个怎么样，姐妹？你不是买到这个吗？再转运半个月。一点招没有，我直说了，我一点招都没有。这种问题啊，就属于比较无解的问题。拖啊！你说他要是不得不跟你要不得不跟他接触呢，那还是个问题，咱们解决一下。其实你并不是不得不跟他接触，有些问题拖着拖着就没了，你非要去解决，这就是典型的属于不是你的问题，你非要把它当成是你的问题。粤语有句俗语叫“拉屎上身”嘛，“拉屎上身”嘛，听没听过啊？就是抓了一泼屎往自己身上抹啊！当然我没有这么不尊重啊，说人家是那个不是说这也是你的一面之词，我也不知道具体那个人是啥情况，但我就说这个痛苦，就这个咱们就说这个痛苦是一坨屎，你知道吧？就这种痛苦是一坨屎，但这坨痛苦，你它不属于你啊，它关你什么事啊？你非要往自己身上抹，对不对？你就拖、躲、逃，会吗？就这些招数，不回复、消失，去接着跟你韩国男朋友聊哲学去。对，你把这个问题给你韩国男朋友呀。你韩国男朋友不啥都懂吗？不动不动拿哲学，他啥都能解决吗？他不搞明白了吗？他不韩国小聪明聪明人，他不小聪明韩国人吗？你问他，你别问我呀。他奶片都吃我的了，你才让他吃点奶片。你说我现在有这么个问题，你给我解决解决，哪个哲学流派能应对？你不懂哲学吗？你给我讲讲。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啊，不是一箭双雕，什么玩意儿？一箭双雕，我这个嘴，一箭双雕啊，一箭双雕，一箭双雕，好吧？本来你这个男朋友不是觉得自己啥都懂吗？咔咔的啥都给你往哲学上扯，你现在遇到人生这么大的困难，你就问问他哲学上这该怎么解决。每次他跟你拿哲学上吵架，给你拿哲学上聊问题，你就只聊这一件事儿。你说别跟我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现在生活中有这么一个人，我解决不了，你给我讲讲。就这么着吧，没有更好的办法。好吧，哎呀，12点去喝一口。
这周五的夜晚诱惑太多呀。反正咱们肯定12点肯定是会耗到的哈，我看看我12点要不要我就去喝一口去。哎，这刚这封太长了，其实没什么信息量，主要是他的痛苦。我觉得他这个有一些痛苦，在你反复描述痛苦的过程中，就会变得更加痛苦。可能本来没那么痛苦，但你把它说的太痛苦了。蛋总好，查询羊小腿很好吃，我和我的上班搭子吃了都说好。先说问题，请蛋总给我们团队团建建议一个团建活动。这个可以，这么具体，我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团队情况一共5个人，全员 I 人。非见不可吗？就是咱们这个团建非见不可吗？全员 I 人就别见了呗。惊了呀！怎么都出这么难的题啊？干啥呀？干什么呀你啊？我和我的搭子平时一起工作、吃饭、上下班，另外2个互为搭子。平时我们3组人虽然同是一个 team， 但是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流，一般不说话。非要说话只有周会上，其他大部分都是工作软件沟通，哪怕面对面。现状是这个领导啊来了1年半，都是保持上述情况。最近啊，因为公司要求突然要团建，私发团队的一个人要求他找团建项目，也没有发在团队小群里，我们都很懵。想请蛋总给个团建建议，什么形式可以让大家都不会太尴尬？下面是不重要的补充信息。我们团队啊，以前的领导是艺人，非常敞亮，每个月我们都会团建，团队其乐融融，我们也很爱听他说话和他唠嗑。自从新领导来了之后就没有团建过，感觉他自己本身也是非常不愿意团建的。非得团吗？大森林给冥想可以。哎，你们去做那个音乐疗愈吧，那还真不错。你搜一下音乐疗愈，你去做那个吧。冥想吧，还有点那什么，冥想你还得，可能还挺累。音乐疗愈是谁去谁都觉得舒服，也不用说话。你搜一下音乐疗愈，非常放松。就是所有人呢，在那个一个屋子里呢，有几个人，就专业人士在那儿各种汪敲各种东西，然后你们一群人坐在那儿，也不让你说话，因为去那个做音乐疗愈，人家不让你说话，手机都不让你玩，你们想从手机上聊工作都不行，手机都收起来，哎，坐那儿就跟着他的节奏1-2个小时，音乐疗愈就这么定了。虽然我最初始的建议是没有必要硬团啊，没有必要硬团啊，这个键没有必要硬团，但你非要团呢，我觉得音乐疗愈蛮好的，听起来挺适合你们的。然后那个音乐疗愈完了之后呢，它一般如果弄得好的，它其实会让你们分享一些感受的，但那个分享感受不会太尴尬。那个分享感受其实是让你分享刚才你的在听这些音乐的过程中啊，在冥想的过程中，你心里感受到了什么，符合 I 人，就不用你们非得交流，就你自己分享就好了。哎，其实大家也增进了感情，也一起干了一件事儿，然后呢，哎，还挺热闹。从那出来以后各回各家，完事儿了，也增进了感情，蛮好的。I 人不想分享，那你定的时候就要求他说，最后那个分享环节给我取消掉，好好的敲你的乐器，敲完乐器我们拔腿就走，不要要求我们分享，可以要求的。
毕业托个关系，进了一家上市公司，待了10年，工作驾轻就熟，上级也比较照顾，没有什么新鲜感和提升。现在有个去大厂的机会，有点犹豫，想咨询一下蛋总。不要犹豫，不要去。咋那么喜欢提升呢？喜欢提升，在这个公司为啥不能提升？能提升啊！喜欢提升，在哪儿都能提升。你去不一定去的不是提升，是折磨自己，干啥呢？又要走出舒适圈。少上网啊，少听这些话。怎么走出舒适圈？好不容易舒适了，你走出去干啥呀？哎，这得整点不舒适的。听着我都头晕。为啥有这么多好日子过不了的人？你们这实在过不了好日子，你给我，我替你过，好不好？哎，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你这也是个上市公司，还非得去大厂？你这上市公司厂还不够大呀？你上市公司也是可以的呀。你在这个上市公司，你想提升，应该也是有很多机会的呀。你看你想不想提升吗？耳朵上是挂耳咖啡。一周5天不重样，它是10包装，5种口味。喝点哈，整点哈。在大理碰到你了，你平时喝不喝咖啡？我喝的少，我喝的比较少。我喝咖啡喝多了，我就抛品，手震。我也挺爱喝，它那个味儿吧还行，我喝不明白，有时候喝苦苦还挺香，但是不敢常喝，偶尔喝一喝。玉米片长啥样？这是毛豆玉米片，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玉米片。它主要是毛豆的那个清香，还不是玉米香在后味。这剩点碎渣了，整片都被我吃光。清香版的苏打饼干，好吃。毛豆统一了吗？那这个毛豆叫毛豆的时候，他问过毛豆统一了吗？毛豆那个人管自己叫毛豆的时候，他也没有问过毛豆同不同意啊。那所以这个毛豆脆片叫毛豆脆片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征求那个叫毛豆的人同意了呀，对不对？清香啊，好吃的。逻辑真清晰，跟我玩胡搅蛮缠这一套，哼！啊，天哪，这啥玩意儿啊？这我都不想回答了，给你们念念吧。你看看这有必要回答吗，朋友们？咨询一个职场边界感问题，领导特没边界感，喜欢肢体接触，说话的时候呢，拿手指头戳你胳膊，从后面捏肩膀，或者把脑袋放在别的同事的肩膀上，说到开心处还会双手捧起同事的脸。头晕，我听到这儿我都头晕，我都难以想象这个画面。在办公室说到开心处说，哈哈哈，好开心啊，把同事脸捧起来了。不，报警啊！你们有一个电话叫110没用过吗？打一下试试，能打通的。我这疯了！我这还念吗？这有啥好念的？他说的都是对，他
从来不对同性同事这样，都只对异性同事这样。请问李诞要怎么办？番茄很好吃，推荐给个同事，还给了我妈好评。所以办公室你们已经有番茄了是吗？已经有番茄这个礼物了是吗？哎，他后面有一些给这个领导圆的哈，他意思就是说这个领导呢没有啥恶意。对，说这个领导感觉不到他有啥恶意，说出来怕伤他面子，所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同事们都是默默承受，化解尴尬，要么就肢体夸张些化解尴尬。这个没有恶意该咋说呢？哎，不是这个，他有没有恶意？你是不是不舒服了吗？你不舒服了吧？已经。你们公司没有一个叫 HR 的部门吗？你们不能一起去跟那个 HR 部门反映一下吗？实在不行的话，要不就去报个警。这还好像你也报不了警，那要不你就去跟这个 HR 部门反映一下。你们不想弄成这样是吗？哎，这个人说的很好，看我们小卖部来了很厉害的朋友，说如果他没有恶意的话，那你就直说，他也不会生气吧？捧回去，捧回去。办公室俩人互相捧着脸聊工作，这亏你想得出来呀！这不太行的，这个我也就不想开玩笑那个啥了，这个不太是个能开玩笑解决的事儿。我建议你们严肃处理，我建议你们比较相对严肃的解决这个事情。你们可以去跟 HR 反映，或者就大家跟他说一下，平心静气的说一下。我建议你们严肃一点啊，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应该开玩笑的事情，好吧？你这番茄也用不上了，虽然你已经买了我的番茄了，哎。有很多很幽默的招数也不能教你了，我建议你严肃的解决。对，写匿名信呐、写匿名信呐、坐下来聊啊都行啊。不是他的意思，可不是说针对一个人，他意思是同事们都有过这种，就是这个私底下他们交流过，说同事们都面临这种情况，那你们就联名信、匿名信什么都行，交流一下吧。严肃一点，严肃一点，还有2分钟发券，我为了，我问问我那些朋友，不是，主要是这个信也快念完了，我倒不是说非走不可，但确实也没啥信了，真的快念完了。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可以投稿给我们啊，电台投稿私信。接着念一个这个，现在大家来写这个写信都要介绍一下自己的 MBTI。李诞你好，我今年32岁，女 ，INFP。虽然知道你不喜欢 MBTI，但确实能快速介绍自己的个性。
不是我倒没谈不到喜欢不喜欢，但我确实不知道 INFP 是啥个性，姐妹。哎呀，背字母很难的呀，这小时候背单词，长大了还得背你们这个 MBTI 呀。这个年纪呀，已经经历过抑郁和低谷，目前也找到能和自己共处的方法，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更加成熟和平静。你就是 INFP，我就是 INFP 啊？我不是 INFP 吧？你是 ENFJ 哥们儿。这小四字小英语让你们背了，我就头晕。我先看看他怎么个事儿吧。这个年纪已经经历过抑郁和低谷，目前也找到能和自己共处的方法，心态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更加成熟和平静，但同时在工作上失去了往日的动力和热情。32岁，有可能啊。我毕业之后一直在零售行业啊，外企氛围还可以，一路升职，都在做团队管理、门店运营，挺厉害。曾经引以为傲的管理和培训技能，现在都甚是讨厌，尤其是日常团队管理中，总要涉及和员工谈话，指出他们的问题，并要为他们的发展负责。这个过程非常痛苦，非常消耗。一方面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对员工感觉都是 PUA，而我不想成为这样的角色。特别理解你，你没看我干小卖部吗？你没发现我就自己干挺高兴的吗？另一方面呢，从我的个性讲，非常的消耗，每次谈话结束啊，感觉气血都亏空了。我心里清楚，问题在于我根本不想和人接触，和人交流，但工作上又不可避免，甚至总要扭转别人的想法，所以想问问蛋总，我应该怎么办？不擅长其他技能，现在很难换新的领域，当下工作的品牌也算行业内领先的，换汤不换药，要怎么从当下抗拒的工作中找到乐趣或意义呢？又或是我心态上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怎么转变呢？一个破碎的我怎么拯救另一个破碎的你呢？这是我们小卖部开张以来最让我感同身受的一封来信。破碎了，想喝酒了，马上就不想干了，现在就想去喝酒。破碎了呀，诡计多端，找借口。把我看透了。周五啊，很多朋友在这个地方等我，咱们把这个 ins 谈起来好吗？大家周五、周六的晚上可以买一个这个 ins 的通票去蹦一下啊！上海的朋友们，非常好玩，就是今天和明天最好玩。大家买了的话呢，就是周五、周六的时候去，未来90天都能用。早点去，11点到，把这个手环都换好。7个夜店啊，每个夜店送你1杯酒，7个店在等你。7张店的门票，每张店还有1杯酒。Playground 还送你一个畅饮，就是今天和明天是最好玩的。
差不多现在，哎，你看12:05的时候人是最多的，所以呢，大家早点去，11点去的时候把手环都换好，兑换好，就不用排队了。现在去呢就人有点多，现在别去了，人太多了，现在。哎，我真的很难回答，真的很难回答。我真的跟这个来信的女生有很相似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就是最后就不愿意跟什么员工谈话，指出他们的问题，还要为他们的发展负责。这不就是说我吗？跟员工谈话，指出他们的问题，还要为他们的发展负责，这个过程目前是非常痛苦和消耗的。对呀，所以我就干小卖部了呀，我就不愿意再为别人负责了呀，关我啥事儿啊？我就自己在这儿是吧，跟3000多个朋友聊聊天，卖点牛肉干，卖点挂耳咖啡，读读信，不是很开心吗？卖点奶片，心情不是很好吗？为啥要为这些朋友的发展负责呀？不想为他们的发展负责呀？我太理解你了呀。所以你要是问我心态上有什么问题吗？我不知道你心态上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我心态上跟你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完全是同款破碎，完全是同款破碎。我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办。你如果是一个很厉害的，我看你一直做的是零售行业嘛，但他一直做团队管理，哎呦我的天，门店运营，真不知道，头晕。我看到管理这2个字我就头晕，我是废了。你呢？但可能啊，如果你真的是从踏入职场就是做管理工作的，可能你是到瓶颈期了，该突破了。因为我也认识那种很好的管理者，就是他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好的管理者。虽然这种人非常少，非常非常少。那我觉得你要实在不行，你就向他们学习学习去呗，看看能不能突破一下。就是那种发心很善良的那种，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反正我做不到，管不了，就是管自己都费劲，开个小卖部挺好。很难，真的很难，我太理解你了。应该去给杨天真。我们小卖部的朋友就是给天真打工的，其实我很幸运啊，我很幸福。我觉得我的幸福呢，就是找到了杨天真这样的搭档，有杨天真这种就是有乐趣、管理有乐趣的人在做管理，我就很高兴，对吧？我就自己好好弄好小卖部就完事儿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幸福。关键天真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学得会啊？我也真不知道。对，我要跟你说理论，我能跟你说一堆，我也读过一堆什么管理的书，是吧？我还上过课，我能跟你说一堆。但确实我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是个心态问题，而且我觉得最后是个性格问题。我最后给自己的结论就是，我这个性格，我学再多知识啊，扭不过来。我就是一个这个闲云散鹤，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性格。
你非让我去管一堆人啊，我也能管，就管的自己贼难受，最后就算了，各自安好，解散。所以我就不给你瞎讲那些道理了，也不是我能执行的。你们别老觉得我想跑似的，我没想跑，我至少把这些信读完了，对吧？我这还有几封呢。哎呀，有个好焦虑的，哎呀，这咋的呀？这怎么这一眼看上去就是每一行都有焦虑这个词？我看看啊，大三就开始焦虑了，是大三啊，要实习了。哎呀，这咋的呀？我看看啊，实习还没开始，老板已经给我一点任务要我去做，但现在学校的事儿还没做完，还要找工作。6月又什么玩意儿，而且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好焦虑，我感觉我就是焦虑，怕做的不好，工作压力大，承受不住。哎呀，我光看你写字我都焦虑，头晕。这个大三的朋友，你大三你就先工作吧。你现在能受到的伤都不是多严重的伤，你去那个社会上受到一点真实的伤害之后再说。现在这个焦虑就你现在不都实习的伤害吗？就这个实习就把你整成这么焦虑了，你还是走到职场感受一下职场焦虑是吧？再来焦虑，你现在只是实习焦虑，自己吓自己，对，这就是自己吓自己。我发现我的老板读了很多书，可以输出的永远都是一套理论，且还希望我们跟他一样读同样的书，输出他喜欢的那套理论，或者不输出的话就要乖乖的听他说服。好怕我也成为一个读什么都在验证而不是推翻的人。更难受的是，有的同事做得很好，能把那套说得很漂亮。辞职吧，走。你这应该辞职是吧？该干啥呀？我今年刚硕士毕业，再次深夜听到你在这里为陌生人答疑解惑，让我想起大学时候在宿舍憋笑听你电台的日子。在人际交往中，我存在一些小的困惑，我总是无法掩饰对我不喜欢的人的轻蔑，甚至当听到他们说一些很蠢的话，我都必须要中断。我眼神交流，眼神开始回避，会在心里别扭一下，但我也不会当面驳斥人家，让人家尴尬。我发现这种眼神的回避已经开始成为下意识的习惯了。当人说个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我都在心里倒数默念：好，他快说完了，我可以不看他了。不知道是没耐心听下去了，还是自己变得越来越不真诚。我观察一些有模有样的大人，都好像有一层厚厚的外壳，我很想知道这层壳是怎么练出来的。谢谢。很不好意思啊，我们小卖部不卖墨镜，你只能出去买副墨镜了，好吧？出去买副墨镜，买副墨镜去。去买一副墨镜，就完了呗，还能怎么了？你不就不想看他们吗？这也是多说无益，他也是个上学呢，硕士生，这个需要时间。先买副墨镜吧，能解决。这跟他说啥呀？对吧？这小伙儿，这应该是个小伙儿吧？不知道，反正就这个小朋友吧，内心应该还挺善良的。他虽然会瞧不起那些人，但是他不会暴露出来。买副墨镜保护一下自己。
我观察一些，你最后这句话我可以回应一下。我观察一些有模有样的大人，都好像有一层厚厚的外壳。我想知道这层壳是怎么练出来的，磨出来的，就跟你手起茧子是一样的。你要是老打球呢，你手上不就起茧子吗？然后你没事待着，就老有人来磨你，你不就厚了吗？慢慢的就有人来磨你了，注意安全，马上就要被磨了。是 AI 吗？还 AI 呀？怎么又 AI 了？这怎么一到半夜就开始又有人 AI 我？我在直播呢，巴友。哎呀，这家伙，这是有几个局在叫我呀？好了，我的同事太优秀了。我的同事听说我想走，把新一波的投稿给我发来了。这谁爱上班啊？到底啊？不，这什么同事啊？这是？这什么？这到底谁爱上班啊？这是？真发来了，我不骗你们，我不骗你们，你们看这个时间0:11，新的一波投稿来了，整理了一个 PDF。行，接着念。喝口水啊，喝口水可以吧？喝口水，大家可以买点我们这个明星产品，这是前天的明星产品，也是今天的明星产品，大便活人挂毯以及雷司令白葡萄酒。冰着喝啊，雷司令，冰着喝，甜甜的，这个没有那么甜，半甜。这个是本周，其实就是我前天卖了完之后呢，看到是本周小红书美食榜第一，就这个，为什么呢？一瓶100出头，2瓶170出头，价格格外便宜之外，有个这个，导致它非常的离谱，卖的非常的好，送一个挂毯，你买就买2瓶吧，买2瓶比较合算吧，对不对？酒也是好喝的，就雷司令不会出错。你说它有多丰富？不可能啊，它就是甜口，它不可能有比如说这个白月光味道那么丰富，那么精彩，但是它不会出错。我很少听到有人说雷司令不好喝，喝不下去，不至于，它就是不容易出错的一个入门款。今天是买就送，不是前2天也是买就送啊，一直都是买就送，买1瓶也送。但是2瓶比较合算嘛，不是？2瓶你不就才170多，1瓶是100多，你为啥不买2瓶呢？这个我前天是1000多瓶，好像我不太记得了，比较合算。继续了哈。
想问蛋哥，感觉自己越长大越独立，对他人的依赖越少之后，越不想谈恋爱了，怎么办？年轻的时候会对爱情有很多美好的憧憬，越长大憧憬越少。蛋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提前谢谢蛋哥的回答，恭喜你，情关已过，未来的日子快乐。你这不是个问题啊，很开心的。对不对吧？没喝酒有班味儿了。说我呢你们，我看看怎么个事儿？怎么说上我了？我看你们说我啥？独居敏感中年班味儿男。支棱起来啊！别说这种啊！马上别说我啊！我可有好胜心，别激我，激我就好好的给你们。哎，打我就认错，骂我就道歉，激我就改变。这怎么人还越来越多了呢？这都整得我特别的不知道该干啥，都喜欢看班味儿似的。我还在直播呀，哈哈！今天活动太多了，我没有很想去啊。我觉得跟在小卖部待着可比出去喝那些让人头痛的酒开心多了。关键我的同事太优秀了，一听说我想走，根本就直接把我的后路掐断了，又把新的投稿给我发了。我还能干啥？我还能怎么的呀？来，朋友们啊，看看，主要是刚这个信，确实我是认真的，我真觉得很恭喜他，我也没有那个什么，我其实不是说不想播了或者不想工作了，你们可能难以相信，我也是一个有心的人，我确实被刚才刚刚我最后读的那个职场那个信弄得我有点想起了我过去这一年的很多经历，过去这几年吧，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跑了一会儿，给我跑的有点 emo 了。但倒不是说不想播了，我觉得跟你们聊天还是挺快乐的。我现在去喝酒可能容易 emo，我还是聊天吧。欢迎各位新朋旧友啊！我们还有7分钟发券。感情问题，哎呀，这现在都是这一看就是老听众了，来了都会自己给自己的题那个分类了，自己分好了是吧？说感情问题，老板好，2年前一个单位的同事，刚认识他的时候呢，他有女朋友，在一起工作1年多呀，逐步暧昧起来了，但是守住底线了，大概就是心照不宣吧。按部就班，天天上班下班。后来这个男的呢，越来越忽冷忽热，喝多了握住我的手，说我手指比他的粗。这是什么招数？好奇怪的招数啊！这是什么招数啊？哪里来的男人？好邪的招啊！太邪了这招！说我手指比他的粗，肚子比他的大。后来一怒之下，我离职换工作，逐渐忘记了他，非常偶尔发个微信寒暄一下。
最近这个男的找工作，我们又勾搭上了，啥意思？他手指变粗了，他手指现在够粗了，又勾搭上了，能勾得住你的手指了，勾搭上了又。我推荐这个男的来我们公司。我推荐这个男的来我们公司，我的妈呀！现在是同事。本来我心情平复的很好，现在又逐渐波澜起伏了。这个男的现在已婚了，怎么办？要怎么办？现在又天天见面了。本来我觉得我能面对他，所以推荐他的，现在该怎么办？你可能又可以离职换工作了。你不是后来一怒之下离职换工作了吗？逐渐忘记了他，可能又到换工作的时候了。也许你的潜意识里啊，就是想换工作。你潜意识里呢想换工作，你没找好借口，哎，你把这人给介绍来了，你给自己找了一个换工作的理由呀，是不是啊？我觉得你很聪明，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大智慧的人，你，对吧？想走，你还不好意思直接走，你给自己处于一个不得不走的状态，我很佩服你，我很佩服你。手指粗不粗我不知道，但是你的心思真的很细腻，佩服啊！赶紧走，这都啥呀？你说他是不是心思挺细腻？耳朵上挂的是挂耳咖啡，这不够明显吗？朋友们，为啥每个人进来都要问我耳朵上挂的是啥？挂耳咖啡，它不，这不明显吗？这怎么隔三差五就来一个耳朵上挂的是啥？挂耳咖啡啊，5种口味，1周5天不重样，10包装挂耳咖啡，推荐给各位。这不是很好理解吗？我以为这个是很好理解的展示方式，这么难理解吗？挂耳咖啡啊，推荐给各位。投稿：和男友异国恋，总觉得他出轨了，是不是他就是出轨了？是，相信自己。你说这种问题我该怎么回答？兄弟姐妹们，你们教教我，这种问题我该怎么回答？除了是，你觉得我还能回答啥？只能回答是呀，是，相信自己。头晕。蛋蛋，我有一个喜欢的男生，聪明幽默，我们暧昧了2-3个月。他说他喜欢我，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和异地，不想进入恋爱关系。他有个非要和他和好的前女友，但他也不和他在一起。我在拥挤的3人关系里感觉很局促。我为了让他伤心，写一份因为自己想开了不跟他玩了的分手信。据朋友了解，果然伤到他了。但是我这几天又特别想他。还伤到自己了呢，你看你多厉害呀！你这写1封伤人的信，伤2个人，
性价比高高的啊，一封信删2个人。哎呀，明天我就要去他的城市了，我到底去不去见他呢？见他，他又觉得我搞什么很没劲，不喜欢我了；不见呢，他很可能还难受呢，再喜欢我一会儿。我很纠结，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段痛爱。这段痛爱。哎呀，这段痛爱，哎呀，我的天哪，太痛了！再写封信吧，再写封信吧，去之前再写封信吧，好吧？已经这么痛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姐妹儿，你看我这么想对不对啊？我现在不从这个爱情角度出发，我现在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就是你这种极致的这种感受啊，那种极致的人生的这种体验呢，可能人生中也不是说常常会有，你有幸你赶上了，哎，这种三角关系，这种拥挤的感觉，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你感受到了，不要错过。你还写信，你还很擅长写信，你一封信伤到他了，你还打听来着，我看看他打听来着，我看我没记错吧？你看，据朋友了解，果然伤到他了。你看你在这段小小的体验里啊，你玩的很不亦乐乎。我觉得你是体验感拉满的那个玩家，就这段关系里，你的体验感是最丰富的。所以现在既然明天就要去他的城市了，何不让咱们这个荒谬的这段感情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呢？让他荒谬到底。你去之前先给他写封信，说我要见你，见了就知道了。你先问他伤不伤，痛不痛？你说我也痛，大家一起痛，很难过啊，对不对？不见面你也是想见一面吧，不见面你还得想，你还得写信，写封信见一面吧。见这一面呢，也许是个完美的句号，也许是个不完美的逗号，总之是个标点符号。不见这一面啊，就是省略号，心里就是点点点点点，越想越多，越走越远啊！见一面吧，赶紧去吧。一个熟悉的女人的来信，对，这个不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了，这是一个熟悉女人的来信。我的妈呀，这为什么12点半了，人又多起来了呀？这不睡觉吗？周五不出去玩吗？朋友们，挂耳咖啡啊，欢迎大家购买5种口味的挂耳咖啡。咖啡好喝吗？好喝，睡不着，刚下班。哎呦我天，刚下班，北美起床上班，可以。大批朋友涌入直播间。我挂的啥口味？我们这个是5种口味啊，一周5天不重样，5种口味10包装，所以是每种口味两袋啊，10包装。买点喝点，番茄好吃，明星产品。为啥叫挂耳？不够明显吗？我就是怕有人问为啥叫挂耳咖啡，我才这么展示的。开玩笑，其实是挂在杯子上，这样挂在杯子上，把这撕开，拿水一浇就喝了，咖啡。
游戏网恋了一个男的，俩人性格很不合适，总是吵架，但是我很依赖他。分手好几次，总是很痛苦，忍不住回头找他。之前现实中谈这种情况还不明显，感觉自己谈恋爱太依赖对方了，没有自己的主体性了。该怎么解决？无痛解决这件事？游戏不好玩了吗？接着回去玩游戏啊！黑神话悟空马上就要上线了，8月份黑神话悟空就可以玩了。再过2月，你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好好玩游戏不好吗？看欧洲杯吧，不看，看不太懂。哎呦我天哪，这怎么一堆感叹号？毛毯的尺寸，大哥，哎呀，不用叫我大哥，大哥，你叫我弟弟就行。大哥，毛毯的尺寸啊，我也不知道，你叫我大哥，大哥也不知道。我给你比划一下吧，啊，毛毯的尺寸是这样的，你咱别那么多感叹号，我就吓一跳，咋个的？以为宽是这么宽啊，宽是这么宽啊，宽是这么宽，注意到了吗？宽是这么宽，长多长呢？长是这么长啊，柔长，你看还挺长。哎呀，还有，这是一半，还有，好吧，就是挺长，但是不太宽，这么一个毛毯，不卖，买这个酒送这个毛毯。好吧，一瓶也送，2瓶也送，2瓶比较合算，170来块钱，一瓶就100出头。这一串感叹号给我整不会了，这毛毯的尺寸，大哥，大哥，就刚展示那么大啊，谢谢啊，感谢理解啊。链接给写个尺寸，详情页有尺寸。大哥，详情页不是有尺寸吗？大哥。详情页有尺寸啊！整我，是不是整我？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故意整我？整懵了给我。太坏了。行了，刚这个就是网恋这个朋友呢，就是觉得就游戏网恋这个朋友啊，他就是觉得依赖啥的。哎呀，你多玩玩游戏，你找点别的依赖的，不就这个就不依赖了吗？你不是爱玩游戏吗？你多玩玩游戏。嗯，酒酸感重吗？完全不重啊！你问的是这个的话，这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酸感啊。这是 S 令，甜甜的哈。你喜欢酸感的，你可以我们这酸感的酒很多，你可以整这个。哎呦我天哪，这个橘酒这酸感重，橘酒啊，有一个橘子罐头的感觉。不是说所有橘酒都有橘子罐头的感觉啊，是这个橘酒有橘子罐头的感觉，酸感蛮重的啊。然后呢，就是冰着喝啊，冰饮很好喝。这个就是我常去的酒吧，欢桃的做的葡萄女孩。你喜欢酸感的葡萄酒的朋友可以整这个自然酒啊，橘酒。喜欢酸感的话，这个雷司令是没有酸感的，雷司令是甜不滋儿的啊。酸感的这个也可以，这个白月光这个就更丰富一点，花香果香，但是也是有酸感的。这个叫白月光。内蒙老家吃不上番茄，不好意思啊。大哥，不要叫我大哥。李诞老师想咨询事业选择上，大厂出来创业，3个合伙人都非常聪明，我执行力比较强，配合2年了，有点累，确实互补，但是主要是我执行，还希望继续，怎么和团队沟通？谢谢丹老师。想咨询事业上选择上，3个合伙人都非常聪明，我执行力比较强，配合再招点人。
就招点人啊！你还想创业，接着创业呢？你既然都是合伙人级别的了，还想接着创业，你就得带人了，学着带一些也执行力强的人，交给他们去执行。李诞老师，我有个事儿巨，哎呀，说脏话了。我有一个事儿巨逼多，还什么事儿都自己做不了决定的老板，跟他一起工作像 babysitting 一样。他说话还特难听，好像所有人都欠他。刚开始跟他工作的前6个月，我每天下班之后都 emo，把我整抑郁了。但是他年龄不算老，大概50出头，刚来我们组3年，我来这个组才2年，挤也挤不走他。每天还要在他手下挣扎，想过跳槽，但是这公司实在是好啊，待遇、假期、环境和其他同事都很赞，怎么办呢？好烦呐！怎么办？忍呗，怎么办？哪个是白月光？哎呀，那个我的同事能不能谈一下白月光的链接？哦，白月光价格不太对，之前的优惠券过期了，今天上不了了，抱歉啊。这种情况呢，就职场里总有一些烦人的事情嘛。但你这个情况呢，我感觉他好像也没有到了那种你可以搞出什么事儿的事儿，他只是一个烦人的人。而且我看起来呢，你看啊，我给你分析一下这个逻辑啊，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职场里的逻辑啊。这个你这个讨厌领导来你们组3年，你来这个组2年，好，他在这3年了，是吧？这是一个重要信息啊，他在这里3年了。接着往下，他后面有一句，这个公司实在是很好，这个公司实在是很好。如果一个很好的公司把一个很差的人放在一个重要领导岗位上3年，他还会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吗？所以更大的可能性上，你这个领导啊，你俩就性格不合，他有可能是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领导，他有可能是工作能力极强的领导。忍吧，好吧，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公司的话，你就要相信这个公司的决定了，是你自己觉得这公司很好的，对不对？能听懂吗？就有时候不是说你发泄打感叹号，在这儿说骂人，说他说话难听，说要 babysitting，你就短短这一封信就暴露了事实是什么样的，朋友，是吧？你看他说呢，这公司实在很好，待遇很好，假期很好，环境很好，其他同事都很赞。我是不会说什么让你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话的啊，但是你可以想想，也有可能就是你俩性格不合，忍忍就完事儿了。这么好的公司可以容忍一个你都要说脏话的一个人干3年，还当你2年领导吗？不会的，哈哈，不然你这个信里至少有一个信息是错的，反正你这个肯定是有一个是错的。今天播到几点？播到1点怎么样，朋友们？这个我真不是偷懒啊，这个新来的信也又快念完了，又念一半了，我看看，哦，还有，不行，我再投，同事还呼唤我同事，太好笑了。
有一些我看看，哎，我看这什么，这个职场的先跳一跳，这个职场的我怕我又念到一个让我自己 emo 的。但要搬家了，看到羊肉也好想叫一些朋友来一起吃羊肉喝大酒，但不知道该叫谁。搬来上海后啊，好像就没有认识新朋友，认识很多人好像也没建立起连接。大家呢都好快的熟络了，是我太慢热了吗？我也可以刚见面说很多心里话，个人觉得共情能力还是有的，只是好像不到叫来暖房趴的关系，人家会觉得好奇怪哦，要怎么调整吧？爱蛋，今晚看直播也很开心。你就叫呀，他不冲你还不冲羊肉吗？别那么想，你请客吃饭你还管他愿不愿意？哎呀，你都请他吃好吃的了，他不看你的面子，还不看那吃的的面子上吗？想那些干哈？一顿羊肉吃下去，也许就是好朋友了，对不对？先别想那么多，你先叫。你说咱们也别说关系好不好，你说，哎，我买了点特别好吃的羊肉，咱们一起尝尝，吃吃看吧。你都不发生这种可能能发生深度互动、连接关系的场合，你不给自己发生这些事情的机会，不往这些场合里去，那他怎么能发生这些事情呢？你不知道叫谁，你明天也不知道叫谁，那你当然你每天都有拒绝不社交的理由，是吧？你就先叫呀，你先叫了，你先把羊肉吃一下呀。哎，阿蒙怎么还在线？阿蒙说，阿蒙截图了，说刚刚你们有一个人说的是牛肉干好使，我就是用牛肉干拉近了和同事的关系，甚至吸引了隔壁公司的人。真的，吃的是特别容易的，人一吃饭啊，心里防备就放下去了，一吃好吃的，尤其是牛肉干啊，超干牛肉干。当然，咱们为了不要考验别人的牙口，你还是买这个吧。这个他这个是个人就爱吃，那个他可能咬不动。你买点这个，牛脆脆，拉近关系啊，买点羊肉也可以。我这阿蒙不睡觉，在这嘎嘎看我直播。哎呀，我这个手机都要没电了，我就赶紧吧。我发现我的同事们好像下班了，不再那什么了。这怎么这个 Slaptown 的老板在喝酒？我在这儿帮你卖罐咖啡，你喝酒，你还叫我 Seven？ 你看看你自己的咖啡，你良心不会痛吗？叫我喝酒，他们叫我喝酒也就算了，你不知道我在干嘛吗？你叫我喝酒 ，Seven， 你们 Slaptown 就这企业文化，自己开心，让朋友挂耳。还给我拍个照片，还比个耶！哎呦，我这太气人了！阿蒙太逗，阿蒙也不睡觉，在这看我直播。阿蒙今天胸口卖光了吗？帮我看一眼，同事们帮我看一眼，今天牛胸口卖光了吗？把牛胸口卖光吧，把牛胸口卖光，我们下播好不好？今天我第一次阿蒙啊，我今天第一次试了你的指导，就是蒸着吃，确实是好吃的。我以前老用空气炸锅，是我错了，我太迷信空气炸锅了。今天我第一回蒸着吃了这个牛胸口，真的是很好吃。今天应该还没剩多少单了，咱们把这牛胸口卖光吧。主要我这个念信的手机都要没电了，
我这不是说撒谎啊！你看你们老怀疑我，他都要干没电了。充电唯一的一个充电线插在你们这儿呢，你们这3000人，你们为什么你们有电呀？这儿有一根线，就你们看不见，在这从这下面这么就给你们充着电呢，你们这没有电，这更没法播了。可以把它换着充。哎，好像也是哈。我就多余，我说这些干啥呀？自取其辱。充上了，马上充上了，充上了，已经充上了。我看看牛熊狗还有多少，朋友们，还有83单，还有83单啊！回去买点吧，蒸着吃。我都把你们电都拔了。新来的朋友们，老朋友们，这个蒸着吃啊！买点这牛胸口，贼香。它主要是这样，它这个呢，我们都是一批一批做。这阿蒙可以解释一下，我们正好这一批做够个900单，然后呢，我上一场就是前天卖个600单，今天是300单，还剩80多单。我们就是每次把这个每次一批量做出来的这个牛胸口卖掉，再统一去弄。它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所以每次我有个强迫症，每次都做好，我就希望它尽快卖完了，然后让阿蒙再去做新的。他还到处去弄那个胸口。别买，大家3点买，3点再买。不是，这什么直播 ？PUA 直播呀？这人家我这念点职场题，这职场 PUA， 这老板 PU 下属，这还有消费者 PUA 小卖部老板了呀？这啥呀？还有互相 PUA 的，还有消费者之间互相 PUA 说，咱别买啊，咱3点再买，咱3点再买，让他多播会儿。太新颖了，太新颖了！互联网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太荒谬了，这是什么事儿啊？哎，我头晕，还是好人多。虽然大家在开玩笑，但其实也快卖完了。感谢，我不走啊！我念完。我刚确实以为要没电了，我没想到。我念完啊！哎呀，逗死我了！对。蛋总你好，买了您的奶片，室友说奶片好吃，然后呢，他说我吃完奶片笑得越来越像李大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蛋总，努力和内卷的区别是什么？所什么以呢？你搁那，你是幽默啊？你这种幽默我可以理解，你要不是幽默的话，逻辑不好的朋友们可以买那个《事实》那本书读一下啊，这个可不能所以啊，这可不是个因果关系啊。努力和内卷的区别是什么？我一直想变成更好的自己，去提高自身的价值，所以参加了很多竞赛和项目，我一直挺开心，挺有干劲的。但是周围同学说我卷，不要理他们。我刚开始不怎么在意，觉得无所谓，但是很多人开始这么说我就有点茫然。我真的是内卷吗？内卷和努力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你的同学们只是在网上学了一些俏皮话，这种俏皮话是随着时间在改变的。在我们小时候呢，有一些俏皮话是特别难听的，我现在可能都不能念出来哈。就是我想想那个时候喜欢说大家说什么呀？说
你看我都忘了，就是每个阶段有不同阶段的这个网络的俏皮话。然后呢，大家到了这个，大家为了互相说的时候啊，他就学了这个内卷这个俏皮话，他就用来形容你。哎，对，你看，看到了，认真你就输了，对，认真你就输了，这个是10几年前流行的俏皮话，叫认真你就输了。就你这些同学啊，你现在在热情洋溢的参加竞赛和项目的时候，如果你是10几年前的我，你在上学的时候，然后这帮人就会过来告诉你，哎呀，认真你就输了。哎，对，还有人就过来告诉你，哎，你干这些干啥？神马都是浮云，就开始跟你说这些。内卷当然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而且内卷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术用词。内卷在学术上是有严格的使用范围的，在互联网上它是被泛化使用的。泛化使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都能往里装，一个词已经失去了它精确的表达的词义，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往内卷这个词里装。你一点点努力，你付出了一点，你再熬夜，哎，你再去弄那些竞赛，你去弄那个项目，人间不值得。对，人间不值得也一样的。你看你那会儿要努力说，哎，你努力干嘛？人间不值得是吧？总会有这样的人的。那你看也这一样的嘛。你像我说人间不值得，肯定不是很多人去使用的那个语义，但他也泛化了。泛化了呢，大家就是用它来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思。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这。而且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小卖部不揣测别人的心啊。我觉得你这些朋友呢，同学啊，未必有恶意，他只是看到了，他在网上又看到内卷这个词儿，他觉得哎，他就要说一下，也就这么点事儿，所以你不要往心里去。他也未必是觉得，哎，你真的卷到他们了，也未必是觉得他们，也未必是什么他多不想来，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他可能就是随口一说一个新鲜词儿，他说一下。所以呢，你能做的就是千万不要理他们，这是第一啊。第二，等我喝口水，我再给你解释内卷和努力的区别，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跟你这些同学们说你是两件事。话术值断货了，下次直播卖。我牛胸口卖光了吗？我牛胸口是不是卖光了？阿蒙发来了一个简介，再给大家念一下为什么我每次卖这个牛胸口这么激动，一定要把它卖光。给你念一下啊，这个是我那个后文贝尔就做这个就是我这儿这个牛脆脆什么，就汉尼牧场的老板，我好朋友。牛胸口稀缺资源，吃草的草原溜的牛，即使在呼伦贝尔本地也没有那么多，一头牛身上就5到7斤，因为自然所以健康，因为稀少所以珍贵。你这段话写的也有点官方啊，我这还挺感情充沛的给你念，但说的也是实情啊。所以每次牛胸口有了，我们就着急想把它卖光，然后再去收集，再去做。牛脆脆，原味儿，牛胸口最后50单啊。哦，接着回答内卷和努力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内卷在学术上呢，它更多的说的是环境问题，它不指向个体，不指向你这个人。对于个体来说，努力和内卷真没啥区别。你要想区分努力和内卷，其实你要换的是环境，不是换你这个人的动作状态。你的动作状态，努力和内卷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用心学习、加班加点、打磨记忆，不停的加强技能。但是有的环境里呢，就是你这么疯狂的加强你的技能，就是抬高分数线的逻辑嘛。比如大家提高的都是考试的能力，好了，这个考试本来就是筛选前20%的人，对吧？本来呢，你是考到80分以上就是前20%的人，你走了。但是好，大家一起卷，这个环境就是恶劣了嘛，竞争压力大了，卷。
最后逼的所有人都要考98分，最后我们只录取就是前面那2分99分和100分的人，就是20%的人，大部分80%的人只能考到98分，但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对不对？这就叫内卷。但其实你对个体来说，你的那个行为不还是努力吗？所以对个体来说，努力和内卷没有区别啊。你要觉得你要害怕，你就换个环境。但我看起来你这完全不是这个情况啊，朋友。我刚回答这个信的这位朋友，你面临的完全不是这个情况，你是非常有干劲儿的、热情洋溢的、提高自身价值的，参加很多竞赛和项目。其实你已经很自觉的在不同领域做不同的事儿，其实你就已经在调配各种环境，在不同的环境里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这是很好的努力，这就不是内卷，好吧？你这是俩问题，但我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我应该说清楚。我相信你能听懂。我说清楚了吗，朋友们？说清楚了吗？懂吗？清楚。我懂啦。哦啊，我看到这个我懂了的这个一串感叹号的朋友，就是写信的这个朋友啊，你懂了就好，因为就是说给你的，别人懂不懂无所谓，你懂了就好，开心。买包牛胸口庆祝一下。蛋总，我现在马上要生孩子了，男孩，姓蔡，可以帮忙取个名字吗？这应该是人生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求翻牌。我天哪，这个给孩子取名这是个大事，我也不知道你有啥诉求呀。你这有啥诉求？咋给你起啊？菜根谭。太神爷，太神爷！我们刚刚最后一波券已经发掉了啊，就是1点钟就最后一波券，没有券了，谢谢大家，3000多人1点钟的陪伴，感谢各位啊！这个显然，这位写信来的朋友，看着目前的这个弹幕，你已经意识到你问错地儿了，是吧？你可能问对人了，但你绝对问错地儿了。这都是很幽默的人，爱开玩笑。你下次这样，我还是愿意认真回答。你下次呢，你把你具体需求发给我，我给你好好想想。因为你比如说，你希望这个男孩是什么？你肯定有种希望嘛？你是希望他健康成长啊，还是希望怎么样？咱们再想想。你现在这么凭空让我给孩子起名，这我哪敢呢？这责任太重大了。最后25单牛胸口，菜市场，哎，我真头晕呐！我听你们说，我接着念信吧啊。请问蛋总，每周怎么做到可以保持这么久的直播时长？我还不是因为我有优秀的同事和优秀的顾客，我能取得这一点小小的成绩，跟我个人的努力有什么关系？我要不是有这么多优秀的顾客监督着我，帮助着我，鞭策着我，还有那么多优秀的同事啊，半夜不睡觉帮我收集信，我能直播这么久？确实是你的福气。好，都是谢谢，很感恩，很知足，都是我的福气，遇到你们都是我的福气。确实是你的福气。
哎呀，这是一个 PUA 直播，我的天呐！整个这个 PUA 的氛围萦绕在直播间里，一会儿是我像你们，一会儿是你们像我，一会儿是你们互相，一会儿是我同事整我。哎呀，他后面还问呢，说怎么持续扩充内容，而且话题还都比较有趣吸引人。我上次直播教别人讲闽南语，最多半小时就讲完了，请问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什么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下一次什么时候得问你，怎么持续扩充内容？我没扩充内容啊，我会啥呀？我全靠大家帮忙，我懂啥呀？我这内容不是大家写的，然后我同事给我整理的吗？我这扩充啥了？我就是命好，在35岁的年纪遇到了这3000多位1点多不睡觉关爱我的人。我会什么？我什么都不懂。命好，幸福。不用客气。你才35。哎，我真是谢谢你们。你命是挺好，你耳朵大有福，我耳朵大有福都出来了。我你这是罐咖啡啊。哎，太逗了！每天其实挺高兴，真的比喝酒强。这不也挺高兴吗？你这喝酒也不是为了，不喝酒不也是为了哈哈笑吗？这不也哈哈笑吗？耳朵上是罐咖啡啊。5种口味，1周5天不重样，10袋装。开始自我 PUA 了。我看看还有几个，快没了。蛋总晚上好，我的父亲把我家里的老宅抵押了，现在没有钱赎回来。我爷爷目前还住在老宅，很舍不得。家里的解决方案是让我老公家里的解决方案是让我老公出大部分去赎回，我老公也同意了。我夹在中间，理性的来说，觉得我老公像一个冤大头，并且他不是很宽裕，赎房子的钱也需要去借一部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跟他说了，很为难，就不要勉强自己了。爷爷80高寿了，是他把我带大的，我真的好难做。目前感觉两难，我不想我老公承担我家里人做事的后果，但也不想让我爷爷受刺激。房子是他30年前一砖一瓦赚回来的。好头晕呐！我觉得这个你真是问错人了，我觉得你们应该找律师先问一下，先找个律师问一下，也许有缓儿这个事儿。找个律师先问一下。现在我看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不也有律师天天在这儿那个啥吗？也是一样的嘛，在那网上回答啥的。当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啊，我不知道具体情况。第一是找法律援助啊，第二，咱们就说我觉得你有可能已经找过法律援助，是吧？我是不是太乐观了？还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读完了，我觉得是一个幸福的事儿，真的。
因为我读完的感觉就是呢，你老公答应了要帮他还这个钱，然后赎房子的钱是需要去借一部分，就是这个压力很大，但是不是那么致命的大。然后你识别出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识别出了一个很糟糕的父亲，可能拉长线看这是个好事。我可能是太乐观了，我有时候会把这种事看成是好事，因为我人生中也会出这种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个好事。我觉得我在人生尽量早的时候，在这个最亲的几个人之间能识别出来，谁是可以跟我走完一辈子的，谁是要现在就让他赶紧下车的。我付出了一点代价，我觉得可以付出。这是我有问题啊，我可能太乐观了。我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所以说我第一个建议还是建议你去咨询法律援助啊。第二，如果实在咱没招呢，你就自己安慰安慰自己，用我这套嗑安慰安慰自己，也是个事儿啊，也是个方法啊。蛋总以前蹲你直播就爱听离奇故事和段子，嘎嘎笑。但是自从在你直播间买了奶片和牛胸口，太好吃了。我现在看你直播只为了蹲券，对你的段子都没啥兴趣了，只有抢到券了我才能安心。请你加油，精进你的口才和讲段子能力，不要输给你的产品，加油。又 PUA 我，写信 PUA 我，已经不在弹幕里 PUA 我，专门写信 PUA 我。行，我错了，都是我的错，我马上精进自己。我看看前面有漏掉的没有啊？真的已经滑到最后了。哎，这有一个，我是做传媒的，我之前有过两个好工作，都想认真做下去，但最后那工作都倒闭了，于是现在要找工作。我父母很着急，给我找了一个待遇很稳定、很好的，但和我之前工作没关系的，是一个科技行业的上市公司的工作，硬要我去，我很苦恼。我爹说你自己又找不到，传媒公司特别容易倒闭。但是我真的觉得我爹给我介绍的工作完全不适合我，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领域。人真的能只看钱不看工作内容，当一个麻木的工作机器吗？所以我想问，我是应该继续找别的对口工作，还是就去父母介绍的这个工作呢？因为最近面试了几家公司啊，还在等待面试结果中，工资确实都不高，但是是我专业对口的。我父母就说这都没前途，到时候又要倒闭了，让我抓紧接受他们给我介绍的工作 offer， 让我不要再等结果了。我自己既害怕面试失败，一个 offer 都没有，又害怕错过了父母给我公司介绍的，无法给父母一个交代。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听你爸的，听你爸的，听你爸的，听咱爸的。咱爸如果这工作能给我，我也听咱爸的，听咱爸的啊，听话。听咱爸的啊，别闹了，啥理不理想对不对口的，先听咱爸的。题眼是什么？这道题眼是什么？好久没问你们了，一直 PUA 我在那哈哈哈哈哈哈。这道题眼是什么？捕捉到关键词了吗？这个题眼，这个题的关键词是科技行业的上市公司。
这是他爸给他找到的工作，待遇很好，很稳定，说明什么？说明他爸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他爸在这个社会上是有经验、有见识、有能量的人，所以他爸爸呢是一个可能是他身边能给他最好职业建议的人，肯定不是我。你先听咱爸的，你先去。你在这个科技行业上市公司干上2年，你出去找传媒行业工作，谁不抢着要你？你先在这干2年，你出去随便挑个公司就。哎呦，谢谢热爱啊！这半夜还炸点烟花，谢谢热爱啊，对不对？这是个逻辑啊，这是个逻辑题啊，这很容易发现的。听他骂了，别闹啊，别自己那个犟，说我不听，我要追求梦想，没必要，没必要。你可以去这个科技行业上市公司干2年以后，你先干着嘛，反正都给你找上了，你先去干，你哪怕干2个月，你疯了，你说我就要走，你再走，是不是？你先去，我觉得大概率你干一干，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个挺好的磨练，磨完了之后你再出去，你不是横着走吗？我同事发来微信了，我同事来自杨天真公司，说跟我换换，让他来传媒公司当店员，我去科技公司感受一下。来吗？别来啊！有机会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在很年轻的时候有机会去这种大公司、科技行业的公司体验一下是非常非常好的，你不会后悔的。你如果不去体验一下，你肯定会后悔的。哇呀，什么呀？这半夜这信息这么吓人吗？老板，你喝酒吗？酒曲是我自己采的。该下班了啊！我这挂耳一摘，确实没什么信了。我再看看啊，有一些题我不是不念，你像是什么专升本，我确实没法念，这我不懂啊。这是问张雪峰老师的题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蛋总好，我工作单位上有一个奇男子，皮奇厚无比，皮奇厚无比，感觉奇好无比，浑身上下散发着蠢气，啥事都要参与，只想立功，特别喜欢出风头，拥有化简为繁的神奇力量，大家都对他避之不及，就怕被他缠上，然后把你手中的活干得复杂无比，然后呢还要分大份的功劳。面对这样一个无论你啥态度，他只管有利就早起的同事，请问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最后一题了，大家一起回答一下吧。最后一题，无视他，对，让他当领导，让他干，对他大声说滚，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大家说的是有道理的。哎呀，这种嘛，就是我刚刚说过啦。如果遇到我的还没读，我看看你写的啥。拿欧米，你写的如果是无聊的那种，马上给你生气。拿欧米，你这都没有过海选啊，拿欧米，我的同事都没有选你。拿欧米，海选没过，不要怪我啊。嫁给他是什么？
海选很严格，海选很严格了。哎，大家可以继续投稿，就尽量写的稍微的长一些呀，文笔就逻辑清晰一些，这样是吧？我再扒拉扒拉有没有个网之鱼。哎，刚那个确实有点难，但是就是之前我们回答过一样的，如果这公司能忍，你就忍忍吧，就是早晚麻烦的事，他又不是能特别干扰到你，你就离他远点。逻辑那么混乱的都能过海选，我的怎么不行？你真是问住我了。有时候逻辑特别混乱，那可能是好笑吧？啊，也有可能就是刚刚筛的时候，你们那会儿没发呢，他是你们发的时候已经上一波筛完了，他是一波一波的。好，纳欧米，你是刚发的，你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我的同事太优秀了，我的同事直接给你发出来了，说纳欧米刚发的，你现在就念。来，我们那个最后念完这封信之前，挂点咖啡，朋友们，冲一冲，我就把它收起来了。挂点咖啡，马上啊！念完这一条，咱们今天下班了，也1点半了。好吧，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就是我播完了，你想写什么，你也可以给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发私信，我们下次直播念，好吧？明天不播，后天不播，没办法，我那朋友过生日，我还是得给人家过生日。明天呢？明天我们有一个新店开业的 party， 下午还得新店开业，晚上肯定是去过生日了。下午是那个泰国菜，我们泰国菜开业了，跟李泽居酒老板呢，我们请了一个专业泰国厨师，开了一个泰国菜，还在那个富民路 Susie's Garden， 欢迎大家来光临，在五花马旁边也能吃到分店。晚上就喝酒。后天也没办法，后天呢是要跟一个我很尊敬的老师来上海了，我得请他吃个饭，很尊敬，然后学习一下。那就看看大后天吧，好吧？我看看大后天是周几，也就是周六、周日不能播，周一我尽量周一啊。其实周一呢，上海有一个大卫霍克尼的展，它是周二开幕，但周一我可以溜进去偷偷看一下布展，我还挺有兴趣的。但我尽量在下午去看完大卫霍克尼那个布展，晚上还是回了直播，好吧？周一尽量啊，我尽量，我可没答应啊，我尽量啊，周一啊，所以周六、周日没法播。大卫霍克尼啊，我最喜欢的，我活着的画家里我最喜欢的，不看不行呀！来上海还不看？啊，尽量周一啊，尽量周一。大卫霍克尼什么？哎呀，这谁喵喵？哎呀，谢谢，这干啥？别，咱们最后一个纳欧米最后一封信，咱们纳欧一下。蛋总，我已经在上海工作1年了，现在工资基本稳定在1到1.5W 之间，但是我本身的工作没有什么提升空间，感觉一直在内耗。来之前的规划是在这边积累经验，然后回老家2、3线城市开一个艺术类机构，但是据目前了解，家里那边这个机构很不景气，我应该怎么办？我不了解艺术类机构啊，艺术类机构是不是那种培训机构啊？艺术类机构是不是教小孩那种艺考的那种机构啊？是不是？是吗？我先咨询一下是不是这个。那你别干这个，如果是的话，你别干这个，你关心一下 AI，你知道 AI 已经啥样了吗？好，老吓人了，别干这个，
这个机构我不了解，但是我大概就觉得这个行业是有问题的。以后可能这种就有这个需求的人会越来越少。AI 咋了 ？AI 咋了？我不知道它是哪种艺术。如果是画画的话，我认识的央美的教画画的老师都很焦虑了。那就我只说我知道的信息啊。我不懂啊，这个 AI 啊什么我不懂啊，但是我只是说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哎，艺术疗愈可以一试，这说的很好。如果你是这相关的话，你干个艺术疗愈可以。就是在 AI 可能会全面在艺术领域取代很多人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哪些工作是 AI 取代不了的。比如，就其实 AI 取代不了，就是需要人和人发生接触的工作，比如艺术疗愈。但是你教人画画、考班、美术生，我怀疑以后的家长不会有太多这种需求了。我怀疑啊，我不懂啊，我个人怀疑啊。然后再回到你的问题啊，就是来之前的规划是在这边积累经验，然后回老家，但是目前不景气，那你就规划就变呗，那不是个规划吗？赶紧就改了。你现在工资都稳定在1到1.5万之间了，在上海，你在上海才工作1年，工资1到1.5万之间，生活也没啥问题吧？能生活是吧？那就努力在上海继续冲呗，往起拔，往起拔。他的画册要卖卖，谁呀？霍克尼啊？霍克尼谁买画册呀？老贵了。1.5在上海能怎么冲？我不是让他玩，我是让他再冲着多赚点。就是如果在上海已经能稳定下来，就努力再多赚点，尽可能多赚点。我对 AI 的态度是这样的啊，你们非要让我聊，我就聊一句。我认为以现在 AI 的发展速度，我们这种外行人现在能就 AI 发表的意见全是错的。就是我现在假装我懂得任何东西，我现在说出来，以 AI 发展的速度，可能明天听起来它就已经错了，所以我就非常回避就 AI 的话题聊任何事儿，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不懂，而且它发展的实在是太快，它快到让我，反正我是在干一些我觉得 AI 替代不了的工作，我努力在干一些 AI 替代不了的工作，就是需要人和人沟通的工作。我认为不需要人和人沟通工作，我的感受啊，一定会替代 AI 不能写段子，我觉得明年就能。我觉得以它这种发展速度，就看限制不限制，不限制今年就能，有啥不能的呀？我觉得啊，所以你看我不愿意聊嘛，我一聊大家有很多不同意见，没有必要争论。我的意思就是呢，以 AI 发展的速度呢，其实连争论的时间都没有给我们留多少时间，我们就静观其变。明年这个时候，大家再相聚小卖部再看一下。太快了，太快了，快的人头皮发麻呀！就干点必须是人和人做的事情吧。好吧，下班了哈。拜拜，朋友们，感谢各位的陪伴，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挺高兴，差点中途去喝酒了，谢谢你们把我拉住了，让我
导致我没有喝成酒，我挺高兴的其实。哦，读书，对对对，读段书，每次结束的时候读段书。哎呀，我今天写专栏，我还不是一直写专栏，我今天写专栏写信的事情，我一下又想起了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监狱里死刑，被拉到死刑场上，结果突然大赦天下，没杀他。之后他给他哥哥写了一封信，那是我读过这人世间最好的一封信。念其中一段，念完咱们就睡觉。哥哥，我不忧伤，也不泄气。生活终究是生活，生活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在于外界。以后我身边会有许多人，在他们中间做一个人，并永远如此。不管有多么不幸，永不灰心和泄气，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和它的任务。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一思想已与我融为一体。是的，真是这样。那样的一颗脑袋，即进行创造，以艺术的崇高生命为生活内容，理解并习惯于精神的最高要求的那样一颗脑袋，已经从我的肩膀上砍下来了。记忆和我所创造的，但还来不及得到艺术体现的形象仍然存在。确实，这些记忆和形象折磨着我，但我的心还在跳动，还是原来那样的血肉之躯。它有爱，有痛苦，有怜悯，有记忆。而这一切终究是生活，阳光普照每个人，好吧，再见，哥哥，请别为我难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拜拜，朋友们，尽可能周一我回来哈，尽可能，争取，80%。